江青，江青又出现了，快随我前去！江青未逝，我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他。师傅，快看，九龙灯亮了！这九龙灯是您为了寻找一个宝物而设，是不是意味着那个宝物出世了？不错，这传说之中那拥有超凡之力的东西，的确是出现了。太好了，师傅，只要我们拿到它，便可以锻造出超神器了。曾经听闻战宗阁下之所以能够亲手创造出超神器灭天鞭以及灭天战甲，便是他借用了那宝物的缘故。若我等此番能够得到那宝物，定能够创造出比那月战尊还要厉害的超神器。对，师傅您乃是如今神域内最厉害的炼器师，无人可以您相比。不过那宝物到底是什么啊，师傅？那是创世者留下来的东西。王，属下探测到神域之中有了异动，若是不错，当是战尊手下的一群手下们复活了。战尊，便是当年将本座的弟弟亲自击退的那个人族。不错，正是他。王，前些时日，当年进攻神域的那群魔族，全都不知因何覆灭了。不过王，还有一个好消息。属下探测到不知何缘故，那群人复活之际，神域与魔域之间的禁锢竟然发生了松动。什么？当真？啊，千真万确，一如当年那般，结界松动，甚至比当年还要松动。哈哈哈哈哈！弟弟，哥哥终于可以给你报仇，可以替魔族一雪前耻了。林大，醒了，怎么不多休息会儿？方才秦吸食了龙思诀很多血。他现在竟还在这里撑着。龙思诀捉了多少次，下次不能莽撞。没有莽撞，你看我的血他多喜欢，就那么一点点就让他喝饱了。神龙之血他当然喜欢了，但是若是伤到了自己，如何是好？我自己是有分寸的，我是神医女王钦点的传承，势必是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最多被秦多吸点血罢了。但是龙思诀还就真的不一定了。放心吧，都结束了。你再找他们吧，他们刚刚魂魄归体，还有个融合适应的过程，尚不曾醒来。真好啊！你去何处？他们既然都已经回来了，我们也去日月府吧，将这消息告知白若红，顺便替他解毒。臭小子，站住！娘亲，你醒了！臭小子，不好好在神庙待着，出来瞎跑什么？出来瞎跑也就算了，竟然还招惹上了邪尊。若非是那两个弟子过来禀报我们，还真不知道这两个臭小子会是什么下场。娘亲，神使爷爷去九界处理事情了，我们在神庙里待着的确是无趣，只有回来找娘亲了。是的，娘亲，我们真的不是故意要开溜的，我们错了。最重要的是，我们想娘亲了，好想好想，想的每天都睡不着了。知道为何我会将你们放在神庙吗？我们知道娘亲是怕我们受到伤害，因为娘亲会遇到很多坏人。但是娘亲，我们不怕，我们现在已经很厉害了，已经足够有能耐来跟娘亲站在一起，一起对抗那些坏蛋。哼，娘亲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可是啊，娘亲要面对的是你们想象不到的。且不说记忆深处的风清瑶，甚至于那邪尊口中所说的那夺走战尊的南天界的家族，或许都是很难对付的。娘亲，我们不怕，我们现在是男子汉了。走，去看看你们其余的家人，他们见到你们一定很高兴。哈哈，乖孙儿，你们还知道再回来看看老夫啊？儿媳妇，好些天不见，娘好想你啊。怎么感觉有些硌手呢？龙思诀，儿媳妇肉眼可见的瘦了好多，你说说，是不是你欺负她了？没有。那为何我儿媳妇轻瘦了这么多？我不管，反正是你没照顾好我儿媳妇。龙大很好，不关他的事儿。方才我跟人打了一架，打瘦了。打了一架？谁？这么大的胆子跟我儿媳妇打架？在哪里？我带着整个日月府的人去，看不打死他。放心，已经被我打死了，没什么。打死？这么威猛？白舅舅如今在何处？他身子骨可还好？带我去。乖孙子，告诉奶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漂亮奶奶，爹爹真的没有欺负娘亲，娘亲跟人打架的时候，爹爹还放了好多血帮他。漂亮奶奶放心，爹爹娘亲都没事了。什么打架？
竟然要放血。一个自称邪尊的家伙抓走了外公的好多手下，娘亲灭了邪尊后，又将外公的手下魂魄归位了。所以方才那动静是你们闹出来的？应该是吧。罢了，孩子，你们记住，不管发生什么，我们白家人会始终在你身侧。多谢。您来啦。小鼻涕虫，他最近情况怎么样？他的肉身在我的治疗下恢复的差不多，不过体内还是有一道毒素，让他醒不过来。干得不错，最近辛苦你了。嘿嘿，师祖夸奖我了呢。他体内的毒，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那是邪丹，其力量远胜过我丹神的水准。没事，我有解药。什么？但是您如今的力量不复从前。力量不够，基础的技能还是有的。师祖不愧是师祖呀！若红，不可！战尊手下的人，即便这么多年没有苏醒，力量还是足够的。他是谁？你们先出去吧，我跟他有些话要说。你到底是谁？为何知道我的身份？白叔叔，初次见面，请勿见怪。你到底是谁？我乃战尊之女，是战尊留下来的女儿。你真是战尊与夫人的女儿？你真的是……抱歉，白叔叔，我来迟了。怎么回事？神魔通道不知道为何竟突然发生了松动。当初在下三域时，我将三枚碎片合一后，也引发了下三域三大域的合并。莫非是之前我使用还魂斩，催动了上三域的变故？不过无需担心，魔域众人当年早已被战尊击退，只是现在这异动实属怪哉啊！糟了！神使大人如今才刚被9界召唤者带走，这可如何是好啊？天域跟魔域之间的结界被打开，一旦他们擅自闯入我神域，后果不堪设想。当年魔域那群人前来，几乎踏得我神域生灵涂炭。龙大，你去加固天神通道，我在这里挡住神魔通道。完了，怎么会这样？难道魔族又要来进攻了吗？爷爷，你说什么？魔族怎么可能来攻击？之前东神域的圣魔大会上，那群恶魔不是才刚被清晨姑娘杀了吗？错不了，当年魔族进攻神域，便是这般景象，这一般前兆啊！快逃啊，大家快逃啊！魔族要来了，神域又要生灵涂炭了！快逃啊！魔族要来了！清晨姑娘，怎么办？怎么办？神魔通道当真在被打开了，让开，我来。诸位，我魔域的兴荣全在此一战。当年魔域攻击神域，原本可以取胜的，却被那个月战尊不知以什么阴谋诡计擒拿多年之久，甚至在数日之前被他们所击杀。今日适逢神魔通道被开启，此乃天赐的良机。那位战尊不在，战尊手下的那几个人固然要觉醒，却也成不了气候了。诸位可有信心将那灭天战队一举歼灭，扬我魔域之威？灭神域，诛灭天！好，此乃我魔域至宝，魔域供奉了他多年，有他在，便可庇佑诸位不死不灭。灭神域，诛灭天！王，属下怎么觉得神域那边有人在蓄意抵挡通道，不让打开？没了战尊的神域，不堪一击，不过只是负隅顽抗罢了。丫头，怎么回事？几位殿下，神魔通道和天神通道突然松开，尤其是神魔通道，用魔药过来。丫头，我们助你一臂之力，定要将神魔通道紧闭，不让那群畜生踏入半分。陛下，还请你们先稳住民心，稳住百姓。如今魔族尚未踏入，神域百姓却是早已慌了神，甚至已经有百姓们破罐子破摔，这种情况必须杜绝。好，大家莫慌，有清晨姑娘在，魔族必然是踏不进来的。今日不过只是一场意外。清晨姑娘，她不过只是一介女流之辈，凭什么让我们相信她？让我们相信她，岂不要等死吗？诸位，反正都要等死了，倒不如破罐子破摔，死前潇洒一把。畜生，该死！魔族尚且未攻击进来，你们却已自乱阵脚，岂不是以先行认输？
堂堂神域之人，莫非只是这般胆小怕事之辈？若真如此，当年的战尊何必拼死救你们？若让本尊看到谁人敢肆意妄为，休怪本尊不客气。谁若敢再制造混乱，使人心浮动，斩立决。可是，一旦魔族当真攻进来怎么办？当年是灭天战尊带着他的属下才击退了魔族，现在灭天战尊不在啊！战尊不在，还有我。那是清晨姑娘，她穿着当年战尊的战甲，她是战尊认可的人，也许那真的可以。清晨姑娘，小心啊！天神通道那边如何？已经死死的关闭了，任谁都无法打开。那就好。接下来就是收拾这一群烂魔了。既然他们自己非要打开这神魔通道，那我们就先会会他们。该死！神域的蝼蚁之辈，该死呀！看来，只要关闭这神魔通道是不可能的了。那便不关闭了。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这是放弃抵抗了吗？不可能！清晨姑娘跟神龙之主曾经亲手在兽魔大会上斩杀过万魔，他们绝对不会放弃。可是，他们没有再去阻挡神魔通道的开启了。莫非他们是想让对方先打开神魔通道，再反攻过去？不行，快随本宫前去！准备好了吗？当然，我已经迫不及待了。他们真的去了，他们真的去了，怎么办？那是魔域啊，是一直与神域为敌的魔域啊！神魔通道已经开启，诸位，现在大家可以进入通道，杀入神域。谁若能先击毁神域的神庙，斩杀灭天之人，待得此战结束，本王定会将他提拔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魔将。杀神域，诛灭天。哼，今日有我们在，你们休想踏入神域一步。哼，没想到倒先来两个送死的。也好，将士们，这两个神域之人就当你们的开胃小菜吧。谁先斩杀了他，本王重重有赏。说是攻入神域，我或许还没有多大的信心，但是这里可是我魔域的地盘，送上门来的两人简直就是到嘴的鸭子。杀了他们！魔族，只要你们现在回头是岸，还来得及。混账！区区两个神域的蝼蚁，也敢在我魔域叫嚣！现在退兵，你魔域还不至于损失惨重。阁下，你可想好了？小子，敢在我魔域口出狂言，本王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召唤魔兽大军！撕烂他们，定要将这二人咬得尸骨无存！魔兽大军啊，小东西们，轮到你们加餐了。美人娘亲终于可以让我们出来活动筋骨了。齐夫妇，我最近好像又长大了点，我要表现给你看哦。主人，小白定会替你斩杀所有超爹。我虽是在魔域，却也是知道这世间的一切的。眼前这几只玩意儿，竟然养的是3只神兽跟2只上古凶兽。这个丫头何德何能，竟拥有3只神兽？这是这么多年来这6域9界内从来没有人做到的呀！神兽阁下，我乃魔域之王，统领着魔域。若你们愿意与我们魔域合作，从今往后，你们便在我魔域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俯瞰整个6域，如何？啊，小白白，你有没有听到有放屁的声音？我也闻到了，臭死了！你在与我们说话？不错，若是3位愿意留在我魔域，魔域定不会亏待你们。这些魔兽从此也听从你们号令。哎呀，笨蛋小白，就这臭屁的玩意儿，你还乐意跟他对话？就是，小白，就这玩意儿，根本不配跟我们说一句话，简直拉低了我们的身份。该死该死该死！好不容易这些时间，我潜心突破了些许，神兽品阶高了不少，快与青龙齐平了。现在又因为这垃圾玩意儿，让我被青龙宝宝鄙视了。你算哪根葱？也想将我们留下来？一个小小的魔域，还真以为自己本事滔天了？本王给了你们莫大的面子和尊荣，是你们自己不要的。别以为神兽就无敌了。一起上，弄死他们！主人，不用你出手，这些东西我们处理就是。朱雀、青龙，你们往昔总是欺负我，这次咱们比一比，看看谁拍死的魔兽多。啊，来，咱们相处了这么久，还从来没有好好较量过。哈哈，
好的，谁要是输了，就将1个月的伙食让给另外2位。1个月的伙食啊，那可是席夫妇炼制的好多美味的丹药啊！杀呀！一群蝼蚁，还妄图与我等对抗！要不是你们，本宝宝还在美人娘亲的空间里睡大觉，你们该死，真该死！告诉你们，你大爷终究是你大爷，就你们还想跟大爷我对抗？小白，我已经斩杀了3000魔兽了，你呢？放心，我不比你差的。朱雀，你呢？你们等着，我一定不会输给你们的。席夫妇的1个月的丹药一定是我的。这魔王是想用还魂碎片来增加魔兽们的实力。还魂碎片那是创世者留下来的超神物，不该被这么用，不该来做如此邪恶肮脏的事情。龙大，你在这里挡着神魔通道，莫放过一个魔。魔王，现在该轮到你了。狂妄！你虽能调动神兽又如何？却不过只是神域的一个人族罢了。当年神域最厉害的人尚且都奈何不了我们，莫说只是一个小丫头。臭丫头，那就满足你的愿望，让你死在我魔族吧。这魔族呀，使出的法器竟也是制邪之物。哦，这玩意儿还长了眼睛。臭丫头，这是本王亲手炼制的魔器，天下无敌，甚至比你神域最厉害之人的灭天鞭还要厉害。能死在本王的魔器之下，是你的荣幸。哼，比灭天鞭还要厉害？谁给你的勇气说出这种话的？那是我的魔鞭呀！这么多年来，我的魔鞭在整个魔域之中没有敌手，却就这么被这个丫头手中那奇怪的白光给甩飞了。魔王，看来你还从来没尝过灭天鞭的味道，才觉得你那不入流的鞭子能够比得上灭天鞭。既然这样，那就让你品尝一下吧。看到了吗？这才是灭天鞭。就你还想盖过战尊的光环，还想用那魔鞭来对抗战尊的鞭子，你还不够格。你说什么？那是灭天鞭？这怎么可能？灭天鞭应该早已经随着月战尊失踪了，怎会在此？放心，在没弄死你之前，灭天鞭是不会失踪的。幽灵狼上！畜生！这丫头到底是谁？为何她竟如此强悍？魔王，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我便可饶你不死。做梦！只要你退兵，发誓永生不再进攻神域，且将你手中的还魂碎片交给我，我定饶你一命。还魂碎片，你竟也知道它？臭丫头，此乃我魔族至宝，凭你以为你可以拿得到？既然如此，那试试。该死！这丫头不仅仅拥有灭天鞭，她自己的实力竟也不弱。臭丫头，本王一手都可拍死你！我要杀了他们！魔王，该结束了。神域的人还在等着我们回去，我们不该在此继续耽搁了。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我是魔域之主，是魔域之中最厉害的人，怎么可能打不过一个小丫头？魔域之王已被我擒拿，尔等还不束手就擒？真不愧是我家美人娘亲，就是厉害。那当然，我家主人是天下最厉害的。灭天鞭怎会擒住本王？怎么可能？20年前，月战尊带着灭天鞭尚且不过只能和魔域对抗，你怎么可能与本王对抗？怎么可能？很简单，20年了，魔王你一点长进都没有啊！是你自己交出来，还是我动手？不可能！臭丫头，你如此歹毒！歹毒？比起你们进攻神域，置神域数万万百姓于不顾，我这又算什么歹毒？还魂碎片啊，这是第4块了。只要再找到天域跟神域的那一块，神野女王交给我的使命，我便已经完成一半了。谁？我倒是这下界为何如此动荡不安？原来是神魔在开战了。倒是没想到这里竟有3只神兽，2只上古凶兽，有意思。可是9阶的大人，
你倒是识相的。大人，请您帮帮我魔域，只要你能助我魔域一臂之力，本王愿意答应您的任何请求。哦，是吗？那东西我要了。大人，您要，您便拿去，请大人助我魔域。神域的2个小孩有点实力呀，还请阁下留下东西。留下它可以，需要你们的东西来交换。那3只神兽不错，想要这东西啊，那就拿3只神兽来交换吧。哼，怎么，你想要我的神兽？不错。那也先问过他们自己同不同意了。哪里来的狗东西，连脸都不敢露，还想将我们带走，实在是不要脸到极致。3只神兽汇集在此，实在是有意思。哈哈哈，有意思啊！没想到神域还有如此的能人，竟然能聚集这么多神兽。这3只神兽的确是不错。咦，神龙，竟然是神龙！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有神龙的存在。算了，你们既不愿意将那3只神兽交给我，那这神龙，这数万年才得以一见的神龙，竟然在此看到了。看来实在是不虚此行，不虚此行。神龙之主的力量果然是名不虚传，可惜呀，到底还是太年轻。神龙之主天下无敌，只可惜眼前这位神龙之主太过年轻，否则假以时日，定会只跺一跺脚，便会让整个天下颤动。那我还真想看看你还有其他什么本事。再打，打得他烟消云散。好了，别打了，我看到了，你们的确是很厉害。不是想带走本尊的神龙吗？我只是好奇，从未见过神龙罢了，想将它带走研究研究。再说了，9界那可是你们6域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能去9界那是你们的荣幸。你们2个小孩竟然还这么不识趣！荣幸？这荣幸我们不要。更何况，你问过我们的意见了？他们的确会去9界，但绝对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去。想当初，战尊也是被人抓走。臭丫头不识好歹！不过你们既然不将神龙给我，3只神兽又不给我，那我手中的这东西你们休想拿到了，除非你们能在2天之内自己找到我。那玩意儿想将黄昏碎片带走，龙大，你要干什么？我方才锁定了他的气息，现在追踪前去，定能追踪到他。若是超过2个时辰，追踪的气息会消散，到时候就难找了。你要去9界？我知道你一直在找还魂碎片，清晨，等着我，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替你取回，你要的我都会替你拿到。龙大，我很快回来。龙思觉，这是？我留下了一道神魂护你，还有我的鲜血。这群魔身上有着当年兽魔大会上那群魔的力量，所以我必须要留下鲜血，方能摧毁他们。这群魔身上透着那股子的力量，或能让他们不死不灭。等着我，只要几天，我便回来。美人娘亲率起爹爹去追那个不要脸的老东西去了。不错，希望他能找到那个老东西，把他好好的揍一顿。那老东西竟然敢抢走我们的东西，害得席夫妇跟他分离。他会将还魂碎片带回来的。臭丫头，你不是想要那宝物吗？你注定是拿不到的。哼，我能不能拿到那宝物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快死了。哼，死？你还是太高估你自己了，本王是不会死的。我禀魔将们，继续冲，勿在意这里的一切，冲过通道，杀上神域。你干了什么？本王身上分明有神物赐予的力量，明明不死不灭的，你到底干了什么呀？我不再拥有不死不灭的能力了。我说了，让你死。哼，谁还敢往前一步？立誓，魔域永生永世，不得擅自踏入神域，否则你们一个都走不出这里。
莫听他的，那个男人已经走了，眼前不过只是一个臭娘们罢了，根本不足为惧。咱们一同攻上神域，只要能将神域攻下，这天下便是我们的。魔王死了，魔王无子嗣，无兄弟。只要我们现在能够将神域攻下，魔域从此以后的王便是我的。哼，我改主意了，除非你们此刻臣服于神域，否则你们必死无疑。最后一个机会，臣服或是死。我们臣服，臣服！啊，美人娘亲，他们臣服了，臣服了！是不是以后他们都听从你的号令了？魔族众人听令。自今日起，你们便在此看守神魔通道。若擅自让任何魔踏足，尔等必当灰飞烟灭。是，属下明白。回来吧，我们该回去了。美人娘亲，好不容易出来透透气，我们能在外面多待会儿吗？也行，只要你们不怕吓死神域众人。好吧。主人，神魔通道关了。还想与我斗？我乃天域天女，又岂是你能斗得过的？雪天女，你的力量不该用到此处。眼下当务之急是找到琴。急什么？那紫阳琴我总会找到的。不过也是奇怪，我始终无法确定到紫阳琴所在的确定位置。时日无多了，还是尽快为好。我会找到的。啊！怎么突然关闭了？有人故意关闭了它。神魔通道方才丧失了还魂碎片的力量后，已经不似方才那么强大，只要实力差不多就可以关闭。可是我们还在这里呀，是有人想不管我们的死活了吗？哼，也许是一场意外，也许如你们所言，有人想让我们回不去。主人，我去试试，看能不能拍开它。主人，若真的这么容易被打开，魔族就不会等了这么久才进攻神域了。我们回不去了吗？会回去的。主人，你要用它打开吗？神魔通道之所以会打开，便是因为琉璃盏方才发生了异动。现在想要再打开通道，或许还是得靠它。美人娘亲，这是怎么了？它是坏掉了吗？它没坏，只是之前复原魂魄力量损耗，一时半会儿没法恢复。换言之，就是饿了。那怎么办？要多给他喂点吃的吗？齐夫妇，这是我之前省下来的一些丹药，先勉为其难给他用吧。丹药当然没用。那怎么办？齐夫妇，你要弹琴？太好了，我最喜欢听齐夫妇弹琴了。这个女子到底是何人？薛天女，这琴音似乎是我们一直要找的。闭嘴！竟然是他，我一直要找的东西，竟然在他手中。薛天女，看这样子是当初在神赌阁的那个丫头得到了紫阳琴。切，没想到她看着不过年纪轻轻，竟也能驾驭紫阳琴。区区一个蝼蚁罢了，不过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能够驾驭紫阳琴而已。可是这神魔通道当真在随着她的力量而变薄。闭嘴！都是巧合罢了，你且看着，仅凭他是绝对出不来这神魔通道的。我相信，只要我出手，那个女人都不可能成功。薛天女，您这是做什么？紫阳琴尚且在神魔通道的另外一边。放心，等那臭丫头死了，我就直接去魔域带走紫阳琴。主人，怎么会这样？有人在对面与我的力量抗衡，想将这神魔通道彻底关闭，不让通道打开。是谁？谁这么不要脸？我倒还真想看看对方到底还有什么本事，能挡住我们回去的步伐。来吧，有本事继续来挡。看来咱们过2日就可以去魔域给那个女人收尸，顺便取走紫阳琴了。恭喜雪天女，只要得到紫阳琴，便算是得到了神音传承了。看来这是天助我也，这上3域的通道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松动，实在是连老天爷都在眷顾我呀！该死，这力量竟然这么强大！这个贱人到底用了什么法子？帮我护法，莫让任何人靠近。雪天女，你要做什么？他虽然能操纵紫阳琴，可是他到底不过学艺不精。紫阳琴无论在谁的手下，都能发挥出强大的力量。现在我要打乱他的节奏，同时告诉紫阳琴，谁才是更适合拥有他。
这是谁啊？竟然在吹箫，难听死了！打扰我听席夫妇的曲。是神音之力。什么？神音之力？那不是只有美人娘亲您才会的吗？那箫声攻击力很强，很有目的性，想扰乱我的琴音，将我困在这里。看来那个将我们关在魔域的人，终于沉不住气现身了。该死！竟然敢将我们关在这里！美人娘亲，弄死他！对，弄死他！这3只，他们从前的软萌都去哪里了？好，那就弄死他！徐天女，该死！我就不相信了！该死！该死！徐天女，看来那个姑娘当真不是等闲之辈，她竟能对抗住您的天音诀，不如我们再从长计议，不必着急现在。徐天女，使用这个力量会伤到您自己的。哼，无妨，只要能杀了他，就都值得。难听死了，难听死了！席夫妇，你快弄死他！这个声音吵到我了，我以后每天都要做噩梦，再也睡不着了。这是天灵之力，乖，马上结束了。怎么可能？那是神音传承的第6重。大家看，神魔通道又在开启了！快听，那道箫声不见了，现在留下来的全是那琴音。箫声似乎被琴神给震碎了。一定是那琴音，是琴音在催动着神魔通道打开。清晨姑娘，您回来了。不错，我回来了。诸位放心，魔域不会再来犯。神魔通道此番也被关闭，大家不用再担心了。只是短短的时间，他前去魔域，竟将魔族击退了。才不是击退，是打得魔族臣服了。真想将此告知天下，只不过这好像有点太拉仇恨了。儿媳妇，阿珏呢？他有事，过2日便回来。对了，儿媳妇，方才你弹琴的时候，有个人在吹箫，是谁？事情做完了，就想这么走了？我没猜错，果然是你。你想做什么？倒是我要问你一句，是你要做什么？让我猜猜你想干什么？若是不错，你当是自天域而来，天域阴脉传承的世家突然来我神域，莫非你是为了我手中的那把琴？这个丫头偏比我想象的还要强大，都是误会。清晨姑娘，我只是碰巧路过此处。误会？我若没记错，方才你是在用箫声关闭神魔通道，你还妄图用箫声将我击杀，对不对？唉，天域来的，我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不该肖想的不要肖想，你怎么就是不长记性呢？紫阳琴本就该是我的，本就该是我雪家的。什么玩意儿？哪里来的这样大言不惭的女人？太不要脸了！席夫妇，这个就是之前吹箫特别难听的女人吗？吹箫那么难听，污染了所有人的耳朵不说，现在还在这里这样大言不惭。席夫妇，我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脑子进水了。我乃天域的天女，早在前些时日觉醒天古后，我便是整个天域最受人追捧的女神，何曾被这样一个畜生奚落过？我的确来自天域，我雪家的老祖宗乃是当年神音阁的大弟子，如今神音阁已覆灭，这琴以及整个神音传承自当是我雪家的，而你不过只是个盗窃者，盗取了我雪家的东西。现在我要你将我雪家的东西完好无损的归还。小黄鸡，看来你说的对，我也见识到了什么叫做脑子进水了。阿文，你还愣着干什么？杀了他，杀了他！阿文，杀了他，夺回属于我雪家的琴。所以你确定你们要跟我打？能催动神琴又如何？你以为我不知道？方才你催动神琴已经耗费了你几乎全部的力量，你是不可能再以琴来攻击了。你叫清晨是吗？现在我给你个机会，只要你乖乖的将神琴交给我，再将当初我看上的那一身战甲卸下给我，我便饶你一命。否则，算了，那就速战速决吧。什么？你敢打我的人？你敢？我乃是天域天女，是雪家的继承人。所谓的神音后人，原来也不过如此啊。好了，我已经见识过了，你已经没用了。我不能死，我还要拿着神琴踏入九界。老祖宗救我！老祖宗救我！是你捏碎了混元珠，召唤了本座。
老祖，我乃雪家小辈，前些时日刚刚觉醒了天蛊。好，小姑娘，你召唤出本座所为何事？老祖救我！这个贱人要杀我，他要杀我！放肆！好大胆的臭丫头，胆敢伤害我雪家之人，赶紧放开她，否则休怪我不客气。哼，打不过就搬来老祖宗，天域雪家果然挺有种。老祖，原本我已经拿到了紫阳琴，却被这臭丫头给盗走了。老祖，快帮我将紫阳琴拿走！紫阳琴，那是神烟阁的至宝，也是我这么多年来求而不得的宝物。只是早在当年神烟阁覆灭之际，紫阳琴就已不知所踪。你竟拿到了紫阳琴，将紫阳琴交给本座，可饶你不死。哼，好大的口气！哼，不知死活，没见过世面的野丫头就是这么胆大妄为。交出紫阳琴，否则莫说是你，便是整个神域，本座都能将之灭了。是吗？神阴女王的大弟子，听上去似乎很厉害的样子。雪家老祖宗，既然你这么有能耐，那就自己来拿吧。雪老祖，看到了吗？紫阳琴根本不让你碰，它不是你的。席夫妇，这谁啊？竟然这么大言不惭，竟然还想拿走席夫妇的琴！哼，只有席夫妇弹奏这个琴才是天下最好听的，我看他是想屁吃。你竟能操纵紫阳琴，这不可能，唯独紫阳琴认定的人才能弹奏它。这不可能，当年我费了9牛2虎之力，也没能得到神烟传承。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凭什么能够得到神烟传承？凭什么？我不信，我师父宁死都不肯将神烟传承交给我，却将它交给了你。那是因为你的师父早已看出你不过是个无用之辈。雪老祖，你受死吧！臭丫头，纵你得到了神烟传承又如何？不过只是一个黄毛丫头罢了，你还嫩着。这么多年了，我终于可以得偿所愿了。等拿到了紫阳琴，我便名正言顺的得到了神烟阁的传承。那咱们今日就打个痛快。臭丫头，纵你得了神烟传承又如何？在本座的眼底，依旧不堪一击。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神音之力。什么？怎么会？该结束了，这位老祖宗。不，这不可能！怎么会？那是雪老祖啊，是雪家最厉害的老祖宗，混元中的庇佑，是整个雪家公认最无敌的保护神，就这么被月清真打没了。雪天女，我之前说的，若是再敢得罪我，我会杀了你的。哇，席夫妇，那女人竟然跑了！早就听闻天域天族之人，厉害者拥有天蛊传承，天蛊力量非凡，可以让人拥有2条性命。他这是牺牲了1条性命逃走了。娘亲，娘亲，你好厉害，打败了魔族！多亏了有你们爹的相助，若不然也不会这么轻松的打败。娘亲，你是想爹爹了吗？果然爹娘是真爱，孩子是意外。我跟小莫哥哥今天打扮的这么好看，娘亲一睁眼都不看一眼。臭小子，好好说话。哦，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娘亲，今天是你的生辰哦，你还记得吗？生辰？原来我都已经正式离开世月林1整年了。娘亲，这是我跟小莫哥哥一起锻造的法器，你一定要带着。娘亲，你不喜欢吗？喜欢，娘亲最喜欢你们送的礼物了，不管你们送什么，娘亲都喜欢。小叶、小莫，你们暂且先回神庙去，娘亲有事要先出去一下。娘亲去哪里？娘亲必须要找到一个东西，才能去到9界。昆仑界、南天界都有人在等着我。好，娘亲放心的去吧，我们在这里帮你守护着神域。我的儿子长大了。当然了，娘亲，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你的事情，神域有我们守护，我们永远会是你的后盾。等着我，等所有的事情解决了，娘亲便带着你们闲云野鹤，过自己安静的生活。好，等娘亲解决完了所有的事情，我们要跟娘亲一直待在一起。还有妹妹，娘亲，等解决完了，给我们多生几个妹妹可好？
神庙里有一只小香猪，都一口气生了3只崽。娘亲，你也给我们多生2个吧。唉，小叶弟弟，你怎么能拿娘亲跟那个小香猪比啊？娘亲肯定比那个小香猪厉害100倍，最起码能再生3个。哇！席夫妇，你怎么突然变成一个男人的模样了？还这么俊？好吧，此番前去天域，还是低调一点为好。席夫妇，你这样，我以后怎么喊你？哎，真的没有了？怎么回事？姓龙的不是走了吗？小黄鸡，你胆敢胡来，今晚你就化成一碗鸡汤了。我怎么忘了？那个男人有一道神魂还在，仅仅是一道神魂，竟然就这么恐怖。不错，不愧是本尊的媳妇儿，果真是英姿飒爽。以后本尊不在的日子，你就以这样的模样示人吗？哼，那估计等你回来的时候，我家席夫妇的身边就已经多了一堆女人了。等本尊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做红烧小母鸡，是时候该给小叶、小莫加一点营养了。正好再养养，养肥了就开宰了。龙大，你那边怎么样？快了，我已经找到了那老东西的老巢，再过几天我就回来。好，万事小心。清晨，我先撤了，那老东西出现了。快抓住他！不许跑！哎呀，这是雪家的护卫吧？这小姑娘是谁呀？竟然被雪家的护卫这么追赶！听说是雪家的盗贼进入雪家盗取了东西。小贱蹄子，不许跑！好不容易耗费了9年2虎之力才跑了出来，我才不要被抓回去。要是被抓回去了，我就再也见不到主人了。大哥哥，救救我！那群人是坏人，他们是坏人！他娘的，没想到一个废物小丫头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跑这么快！小子，你挡着我们的路了！哼，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们若要走，直接绕行便是。更何况是你们现在挡了我的道路。小子，我们乃是雪家的人啊，识相的就让开。哦，雪家的人啊，雪家的人怎么了？很厉害吗？大哥哥，他们很厉害的。算了，你不要为了我跟他们作对。你好大的胆子！我们是雪家的人，你胆敢在此公然与我雪家作对？哼，本公子不过是在清扫拦路狗罢了。小姑娘别怕，不会有事的。不是她，主人乃是9天10地最美的女人，眼前这个只是个男子罢了。小子，你说什么？你说我们是狗？哼，看来还是挺有自知之明的嘛。小姑娘，你见过上赶着挨打的人吗？现在你看到了。小子，你完了啊！你完了，雪家是不会放过你的。大哥哥，放心，莫怕，有我护着你。这么多年来，我耗费了好大的力气，才修炼成了人形，并且按照当年主人给的方法，将我的气息全部掩饰了起来，让我看着像个人。这么多年来，我形容小乞丐行走在高处，还是第一次有一个人对我这么关心。这是在做什么？大公子，魏公子，发生什么事了？大公子，这小乞丐偷走了我雪家的东西，夫人命令我们前来追踪，结果竟然被这小子给拦住了。是吗？他们盗取什么了？是那个雪夫人昨日炼制出来一把圣器，不知所踪。随后这个小乞丐在雪夫人的房间之中被抓到，果然就是这小乞丐盗走了雪夫人的东西。这2人里应外合，配合的天衣无缝。大少爷、魏少爷，快帮我们将这小乞丐抓走，去见雪夫人。这位兄台，可有此事？放心，雪家的东西我不稀罕。这位兄台，还是将话说清楚再走比较好。说什么？说这东西是从你们那盗的？这短刀乃是小叶、小莫送给我的生辰礼物，如今却被这雪家人在此信口开河，说是盗窃的。雪家的东西，老子还真看不上。至于这圣器，你雪家更是配不上它。兄台，有些事情还是说清楚比较好，若不然今日你休想自此离开。哼，好，这堪堪高品圣器，老子还真看不上的。你若看不上，怎会随身携带那么宝贝它？
就是，那谁都知道天域炼气师奇缺，雪夫人这么多年炼制出来的圣器被人盗走了那么多，如今总算是抓到小贼了。我的灵气，那是我的灵气，你想做什么？你这个毛贼！啊，他在炼气啊！是的，他在炼气，他在淬炼那把长剑啊！淬炼灵气，唯有炼气师才能做，而且只有高品炼气师才能做的呀！哎呀天哪，是圣气！我的灵气竟然变成了圣气了！多谢公子，多谢公子，方才是我对公子不敬，还请公子见谅。抱歉，兄台，是我误会了你，我会给兄台一个交代。如何？兄台可还满意这样的交代？若是再不解恨，我可让他们神魂俱散。这雪无双看着并不似表面那般简单。事情既然弄明白了，那在下就先行告辞。兄台莫要着急离开，过些时日便是我雪家的盛会，不知兄台可愿赏脸光临？不瞒你所说，家妹前些时日觉醒了天蛊，此乃天域大事。我雪家如今广邀四方来此，见证天蛊。你怎么了？没事。别哭了。那个天蛊是我的。原来如此，雪公子既然如此盛情相邀，在下便却之不恭了。那我在雪家等着你。没事了。谢谢大哥哥，我不会给你增加麻烦的。我现在就走，我还要去找主人，不能在这里耽搁了。你去哪里？我要找一个人，天下最美最凶的女人。哼，最美最凶？你说雪家夺走了你的天蛊？是的，我来找我主人的时候不小心饿晕了，就被雪夫人捡了回去。再醒来的时候，我的骨头被夺走了。你先跟着我吧，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大哥哥，我还小，还只是个孩子。放心，我只是看你一个小姑娘可怜兮兮，想帮你罢了。哦，你要找的人长什么样子？我记不太清楚了，时间太久了。但是我记得我家主人是这个天底下最美的。问了个寂寞。还有呢？还是这个天下最凶的，每次骂起人来叫起人来，比谁都恐怖。每次主人都喜欢骂我。这么软萌可爱的小姑娘，你家主人也舍得去骂？看来你家主人实在是……不许你说我主人。好了，还有其他线索吗？我主人是这天底下最好的。对了，我家主人还有个跟屁虫，那个跟屁虫天天跟着他。跟屁虫长得也很好看，可我记不清楚他的模样了。好疼，好疼啊！别着急，我来帮你。不要了，大哥哥，你不用8倍力气，只要2个时辰就好了。我习惯了。席夫妇，这是炼魂焰。炼魂焰？那不是地狱里的火？是的，是地狱里的炼魂焰，它一定很疼。没事的，不疼的。我习惯了，每个月都会长寿一次。大哥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先从这里离开吧，我怕吓到你。还有，你不能再靠近这里，不然会被这火烧到。从前就有人在我承受着奇怪的火的时候，想把我拉出去，结果先将他给烧死了。主人，主人，主人，你在哪里啊？主人，我好想你啊！大哥哥，放心，我既然之前救下了你，就一定不会放任你不管。炼魂焰是用来惩罚已经死了的穷凶极恶之人，眼前是一个活生生的小姑娘啊！你胆敢公然破坏阿鼻地狱的规则？哪里来的野小子，别多管闲事！退下！我再说最后一次，退下！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能耐，原来就是一个小鞭子而已。嘿，可笑！这么多年来，能够奈何得了炼魂焰的人只有一个，小子，你还不够格。哼，那很不幸，你现在又遇到了。这什么鞭子，怎么烧不掉？灭天鞭，连天道尚且都能灭，对付你一个小小的火苗，有何困难？退下，不得来找这小姑娘。狂妄的小子，你算什么东西？还有，我乃炼狱的炼魂焰，你胆敢喊我小火苗？小子，这么狂傲，我倒是要看看，等一会儿你的魂魄被淬炼的时候，还能不能这么嚣张？你干了什么？哼，地狱里的小火苗，这么多年不见了，你还这么嚣张妄为啊？你是谁？灵魂竟如此强大？小火苗，这么多年不见，你就不认识你姑奶奶了？
是你没死！外头都传言那女人喝酒把自己给喝死了，但是现在她不是好端端的在这儿？怎么，你很希望我死？不是要淬炼我的灵魂吗？来呀！妈呀！我见过无数的鬼，什么恐怖的都见过，但是就是最害怕这位祖宗，我得跑啊！不敢了，领主尊上，我没想到这个男人是你，没想到啊！本尊当年似乎就鞭笞过你，可是你仿佛没有吸取教训。领主尊上，我错了，都是误会啊！为何要对付这个小姑娘，让她遭受如此痛苦？不是我自己要淬炼她的呀，是她自己让我淬炼的。什么？这小姑娘原本已经死了，但是当初她落入无间地狱的时候，自己求炼狱之主，让炼狱之主将她复活，条件便是每个月承受一次炼魂宴的炼魂之痛。主人，你骗我变得好惨啊！主人，竟然真的是你！主人，我找了你找了好多年，好多地方，好久。闭嘴，别哭了，我不认识你，你认错人了。主人，你又在凶我。红红，是你？主人，是我呀，我没有死哦，我不仅没死，我还已经修炼成人形了呢。主人，以前你就一直说要等我修炼成人形，你看我成功了。小家伙，你真傻。才不，我才不傻。你看我找到主人了呀，主人，别来我家红红呀。好可惜啊，我除了记得主人你，其余的我全都忘了。没事，过去的事情不重要，忘记了也好。主人真好，我好喜欢主人。那是浴血麒麟，来人竟是雪家的雪夫人。浴血麒麟那可是高品圣兽，雪夫人亲自前来，莫非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情？怎么了？是他之前把我抓走，抽走我的骨头的。有了这死丫头，霓裳那边就能彻底解决了。贱婢，私自盗取了我雪家的东西逃出，如今在这大街上公然与男子搂搂抱抱，成何体统？主人，别怕。贱婢，原来这就是你的姘头。不过，就算你有姘头护着，也无济于事。今日你必须跟本夫人回去。红红，当初就是他抓了你。是的，他抓了我，然后亲手抽出了我的骨头。好，那么雪夫人这是想抓走我的人，要抓走我的人，也当先问过我的意见。好生狂傲的小子，带走我雪家的人不算，还敢再次挑衅我雪家！雪夫人出手了！当年的雪夫人那可是天域数得上号的天才高手啊，后来嫁到了雪家之后，这才很少出来。小子，你应当知道，我雪家出了一位天女，即将号令天族。你若与我雪家交好，将那丫头交给我，定然少不了你的好处。屁话少说，与你雪家交好，你雪家配吗？哼！臭小子，你干什么？哼！我原本想着到时候跟你雪家一并算账，但是既然你自己蹦跶到我跟前，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小子，你到底是谁？你想干什么？红红，他当初是怎么对你的，你就怎么对他吧。我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抓我？夺我东西，害得我跟主人差点见不了了！我打死你，打死你！小子，你等着，我雪家不会放过你，不会放过你！放心，你是没这个机会了。你要做什么？你想干什么？听说你亲手抽走了我家小姑娘的骨头。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会让你也尝尝骨头离体的滋味。快来人啊！快帮帮我！谁能帮我？我雪家必有重赏。谁敢？放心，雪夫人，我会慢慢来，让你好好感受这痛苦。哼，怎么样，雪夫人，这感觉好受吗？混账东西！你个混账东西！看来应该很痛。哼，痛就对了。我的红红找了我这么久，最后却还被雪夫人囚禁。若非是遇到了我，红红如今只怕会再死一次。看到了吗？他怎么对你的，
你就怎么对他。对付这种人，不要留情。他既然自己不要脸，就不用给他脸了。主人，皇后知道了。臭丫头，你竟敢这么对我！我是雪家的人，是天女的母亲，你会遭到报应的。好，那我就拭目以待，看看你雪家能奈我何。此乃天灵火凤，是拥有天蛊之人方能幻化出来的。今日既然大伙都在此，那便由我的天灵火凤为大家舞上一程，也为大伙儿助个兴吧。大家放心，我会让火凤一直跳舞，直至今日宴会结束。哈哈哈哈！好。主人，他竟然真的操纵起天蛊了。火凤当真名不虚传，实在是让我等大开眼界。难不成这会儿火凤是要跟雪姑娘共舞？哎呀，那可真是太有意思了！天女与火凤，这场面一定会十分的别开生面了。别开生面个屁呀！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我要被那烈火给烧上了。哈哈，快看，雪天女的把戏实在是与众不同，竟然在火中跳舞啊！这天族之人果真是名不虚传呢！救命！救我！不好了，天女被火烧了！快灭火呀！霓裳，你没事吧？父亲，天皇陛下，霓裳被天家的威严所慑，一时之间操作失误了，还请天皇陛下莫要见怪。无妨。天皇陛下，霓裳先行回去换身衣服。明明今日该是我最风光的日子，怎会变得如此狼狈？阁下便是天族之人。天女何在？果真是天族阁下。阁下，天女前去换衣服了，我这就差人前去催促。待吾等前去，吾等亲自要前去拜见天女。我们先要去拜见天女，好不容易寻到了天女，应当遵守从前的礼仪，怎么能让天女等我们呢？若不然，天女那暴脾气一定会问责于我们的。是，我们这就带阁下前去。来人，快来人！有人非礼本天女，有人敢非礼本天女！到底怎么回事？那一定是天族，是我即将带领的天族。父亲，天皇陛下，这个男人擅自闯入了我的房间，妄想非礼我，我是死不从，他便这般待我。霓裳实在是没脸见人了，这个登徒的纠缠了我许久，其实想让我嫁给他，但是我宁死不从。方才他故意使诈，让我在众人面前出丑，而后又趁着我换衣服的功夫尾随而来，他竟想对我行不轨之事，这每一步都是他算计得好好的。难怪啊，这天女阁下竟然会被烈火反噬，果真是这小子搞的鬼。我认出来了，这小子不就是当日在街上对雪夫人出手之人？看来这小子是蓄意混进了雪家，想要趁此机会兴风作浪。对，现在我唯有这个方法，才能在众人的面前挽回方才被天凤反噬的颜面，也唯有如此，才能将这个臭小子彻底的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你以为就凭你这长相能入来我家主人的眼吗？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这没胸没屁股没脸的样子。即使你脱光了站在我家主人面前，我家主人也懒得看你一眼，甚至于我不看一眼都觉得恶心。因为这小子看上了本天女的身份，想让本天女顺从于他，从而他好利用天族。混账东西，胆敢在本皇的眼皮子底下做这种龌龊的事情！来人呐，将这臭小子乱棍打死！哼，登徒子，我说过的，你一定会遭受报应，我一定不会饶了你的。是吗？是你？怎么会是你？怎么会？是那个女人，那个这么多天来让我一直做噩梦的女人。雪霓裳，你不是说我对你死缠烂打，要求娶你的吗？你满口谎言，也难怪敢以天女自居。不过就凭你这怂样，也配自居天女？天女大人，这等小蝼小蚁就不劳烦天女您亲自出手了，让我等亲自处置吧。那才是天女，这怎么可能？雪霓裳分明觉醒了天蛊，是天域之中这么多年来唯一觉醒天蛊的人。雪霓裳口口声声说这姑娘死缠烂打要娶她，那简直是一派胡言呢！胡说八道！我才是天女！贱人，你好大的胆子！你算个什么东西？胆敢来我天域冒充本天女的身份？此乃天域，不是你胡作非为之地！无良之辈，再三对本族天女不敬！
天女大人，您不必担心，吾等会亲自将他击杀。陛下，求您救救小女，那是雪家小辈之中的天才啊！陛下，怎么，天皇小子，你也想阻挡我族做事？阁下，本皇当然不敢阻挠天族阁下，只是这雪霓裳乃是本天域之人，天域子民犯下如此滔天大错，就让本皇亲手解决了他吧。陛下，雪霓裳，你胆敢冒充天女，实在是该死！今日本皇便当着众人的面给天族一个交代。天女大人，吾等拜见天女大人。拜见天女大人。起来吧，大家久等了。天女大人，我们总算是等到您了。天骨从那个人的体内取出来的时候，已经被吾等净化。天女大人，这天骨当年便是属于天女您的，现在该交还给您了。您不必担心，它已经被净化了。这天骨本就是您的。主人，主人，不会有事的。她是天女大人，这些对于她而言算不得什么。天女大人什么事情没经过？哎呀，无需担心。金凤出，凤羽现，天下合一。吾等恭迎天女大人与金凤大人。是我来迟了，让你们久等了。不迟，能等到天女大人您，这便是我们最幸运的事儿。我们知道天女大人您一定会回来的，无论多久，我们都会等下去。你们头发全都白了。是啊，吾等都老了，但是万幸吾等等到了您，等到了您回来了，天族终于有希望了。他们都不在了，如今只余下天族113个人。100余人？当年天族明明足足有60余万人的，是风清瑶。是。继续说。当年风清瑶趁您受伤之际对您下手后，便开始大肆在谦虚屠杀天族，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他们都不放过呀。他说宁杀1000，不可放过一个人，天下都是深受其害。那是一群畜生啊！我亲眼看着他们将刚出生的孩子丢进了火堆，亲眼看着他们将无数天族堆积在了一个广场之上，一同击杀呀！也亲眼看着他们剥下了人皮，剃掉了人骨，只为讨好风清瑶。风清瑶还要杀害我也便罢了，为何竟连整个天族都不放过，竟将天族逼迫到这般境地？天族那也是从前养育了风清瑶的地方啊，哪怕风清瑶并非天族血脉，可到底养育之恩大于天，风清瑶竟敢做到这般地步。天女大人，主人，主人，你平静一点，平静一点。清晨，主人，你没事吧？你吓死我了。我没事。天女大人，过去的都过去了，不必拘泥过去。是的，你说的对，不必拘泥于过去。不过，你们为何会来到这下界？当年吾等要被处决的时候，是一个奇怪的力量救下了我们。那个人未曾露面，只将我们带到了这里。他告诉我们，让我们安心在此等候，总有一日会等到您归来的。看来又是神龙之主。神龙之主？那他如今何在呀？当年在您被抓了之后，风清瑶放出消息，称您酗酒而亡，神龙之主紧接着也销声匿迹了，我们未曾见到过他呀。这么说来，不是神龙之主带你们走的？吾等确定不是他，兴许是一个看不惯风清瑶做派之人吧。毕竟当年这风清瑶的举措实在是令人发指。不过已经过去很久了，当年将我们带到这里来的人，也许早就不在了。天女大人啊，这天域乃是下界，吾等还回得去吗？回得去？怎么会回不去？何时？很快了。老族长，你们且先行回去，我还有事情要处理。等处理完了此事，我带你们前去见老朋友。我知道你会再来的。你到底是何人？你还敢笑？我还是比较喜欢你笑起来的模样，不喜欢你这样生气。不过能看到你生气也是蛮不错的。雪无双，我最讨厌被人算计的感觉。唉，青青，你记起了很多事情，却还不曾记得我。
不过现在不记起来也算是好事儿。雪无双，我不知道你是何人，但是我们做个交易如何？这个男子不是等闲之辈，他的一手符咒竟可以挡住我的攻击力。好，什么交易？你双腿有疾，我能替你治好，条件是将还魂碎片给我。原来你要还魂碎片。不错，这个交易对你而言不算亏。好，还魂碎片你既要就拿去。你都不考虑一下？不必，我之前便说了，莫说是大义灭亲了，只要天女一声令下，无双能做的更多，哪怕是我自己的命。多谢阁下，方才多有唐突，见谅。另外，阁下的腿我会竭尽全力替你治好。我先告辞。好。公子，公子，怎么会这样？这么多年，那力量早已经被压制住了，你怎么会突然再这样了？我没事。公子，您的防身宝物呢？你说那琉璃盏碎片呀？送人了。公子，你这是何必？你这样会生不如死，会生不如死的。您是将宝物给了那个天女吗？你等着，我替您将那宝物取回来。你敢？你胆敢去，我便对你不客气。飞鹤，这样做值得吗？值得吗？当然值得，只要他需要，我这条命也可以给他。公子，这又是何必？他似乎并不认识你了。不认识也无妨，只要我能看到他就行了。他太苦了，当年被迫害成那般，如今这一次，我一定要好好的守护好他。娘亲，你要的东西已经拿到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去了？还不是时候。虽然我跟那雪无双不会再有什么瓜葛，但我答应了他，会替他治好腿。怎么治啊？方才近距离靠近他的时候，我便已经顺手替他探查了一番。他是腿上的筋脉俱断，我先炼制出几个神品丹药，替他滋养一番再说。60枚，还真是让我耗费了一番力。60枚？别做梦了，这60枚不是给你的。难道全都给那个什么雪无双？这些丹药够他吃2个月的，应该可以让他恢复双腿了。哇，美人娘亲，我现在敲断自己的爪子还来得及吗？你可以试试，或者让我帮你一把。那还是算了吧，下次再说。红红，你人呢？什么东西？滚出来！神品丹药师，怪不得如此张狂，竟敢连雪家的人都敢动，连雪家的人都敢杀。放了他！哼，雪家的老东西告状的时候我还不相信，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子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现在看来果真如此。臭小子，你胆敢杀了雪霓裳？你可知道雪霓裳是我们选中的人？3只神兽，没想到这小子竟然拥有3只神兽。看来今日咱们又有意外收获了。虽然不能如约将雪霓裳口中的神琴进献给王，但是有了这3只神兽，王一定会重重赏赐于我2人。嘿，什么玩意儿？还想将我们进献？你有种，来碰我们一根毛试试！本宝宝最讨厌你们这种坏蛋了，找死！就这小小的神兽，还想跟我2神对抗？我2人乃是星阵师，最是擅长对付兽类。莫说是我手中这只火皇超圣兽，便是神兽也不在话下。臭小子，轮到你了。如我所猜测，这2人定是来自九界，甚至来自昆仑界。怎么，想替雪霓裳报仇，还想带走小爷我的3只神兽？可是不好意思，就凭你们还不够格。臭小子，你只不过是一个圣者实力的人，还敢在此大话重重？区圣者在我2人眼底不过只是蝼蚁的存在。很好，我正愁无人来给我渡雷劫，既然你们送上门来了，我便不客气了。什么？这小子在干什么？他竟然当着我们的面在修炼，这太离谱了！这小子是不将我们放在眼里。弄死他！那是什么玩意儿？那只金色的凤凰竟好似不是神兽！快使用困兽星阵！不好，这金凤太过奇怪，它竟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
我想起来了，书中曾有记载，曾经有一位老祖宗，他拥有特殊的血脉传承，能够召唤出金凤。金凤一出，所向披靡，莫非就是这个？可是，不可能啊！书籍上记载，那位能够号召金凤的老祖宗早就死了，早就死了。走，快走！此人惹不得。抓住这2人的分身，或让他们走吧。这2人够强大，让他们来引雷，实在是太合适不过了。好不容易才得到了2个引雷针，我怎么能这么轻而易举的放走？放我们走！快放我们走！这臭小子要干什么？他想干什么？是时候了。他疯了！他竟然真的在准备突破！该死，竟将我们当做了引雷针！该死！该死！早知道是这样，我们断不该答应雪家那位。该死！主人被雷劈了！主人被雷劈了！怎么办？主人，这个雷击很恐怖，万一被扎碎了怎么办？你们这些坏蛋，你们竟敢欺负我家主人！被雷劈的明明是我们啊，快被炸碎的也是我们啊！这小姑娘是不是眼睛不好使？我们错了，不该来此的。不过好在已经结束了，这金雷劫实在是太恐怖了。我们当初自己突破的时候，也未曾经历过这么恐怖的金雷劫。你以为这就结束了？什么？怎么还有？主人一点点都没有被雷伤到啊，实在是奇迹啊！尊者，还是尊者3重。恭喜您，主人。金凤，你会说话了。我的实力会随着主人您的实力的提升而提升的。如今主人突破到了尊者地步，我自然会说话了。那2位从9界来的人，实力很强，也正因如此，金雷劫全都落在了他们的身上。他们替您遭受了所有的痛苦。当初龙大在连续晋级的时候，也找2个人来引雷，是不是就不用昏睡那么久了？美人娘亲，齐夫妇，没事吧？你们？我们当然没事了。你突破到了尊者了，我们终于可以跟你契约了。好，青龙、朱雀，你们可愿意与我契约，从此荣辱与共，生死相随？我等愿意，从此吾等与主人灵魂相依。太好了，以后我们就跟美人娘亲永远不分开了。齐夫妇，跟你契约后，我们的力量提升了好多。太好了，我们一定会尽快成长的，恢复到从前原本该有的水平。到时候便是那困兽星阵都奈何不了我们的。但有朝一日，4大神兽全都聚集，4大神兽全都被主人契约，届时定会天翻地覆了。主人连续跨越好几个等级突破晋级，实力尚且不稳，眼下最要紧的是将力量稳固住。如何稳固？进行实战吗？实战是最好的。若是能够找到一个强者与之对练，能迅速稳固下来。强者，好。美人娘亲，你要去哪里啊？好不容易炼的药，当然要去一趟雪家，送一趟药啊。顺便去会会那所谓的雪老祖的真身。我倒是要去看看，那一直躲在暗处的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主人，我们跟你一起去。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让你们去做，你们能不能做好？主人吩咐的事情，我们一定能做好。那你们先留在这里，把这里修一修吧。若不然，这客栈的老板怕是又得吐血了。是谁？到底是谁？到底要做什么？是你祖宗我呀。来人是刚进行了突破，而且是尊者之上。哈哈，原来是方才引雷的阁下，没想到阁下这么快就突破到了尊者地步。无论如何，如此年轻的尊者高手，我得罪不得。哦，你认识我？那是当然。方才那金雷，整个天域怕是都看到了，再加上阁下您身上的气息，我不想知道都难。就不知阁下刚突破就来我这里，所谓何事？听说你来自9界，一个尊者高手，又怎会甘心屈居于这下界？不错，我来自9界的昆仑界。那你跟9界可还有联系？是有一点儿。阁下可是想让我跟9界之人打声招呼？也好，正好我有2个认识的人，恰巧分身到了这天域。阁下若想去9界，我帮您。哦，看来我果然没猜错，那老贼果然是你。不过
我还得多谢你，让那2个9级的人来替我引了雷了。你到底是谁？雪老祖，你不是喊了那2个人去杀我吗？现在又不知道我是谁了？是那个人。我听雪舞与雪夫人来这里哭诉过，是一个臭小子。那臭小子夺走了雪霓裳的天骨，还唆使天皇陛下杀了雪霓裳。臭小子，是你！不错，是我。明明9界2位很厉害的高手已经来此，要替我杀了这小子。臭小子，你该死！臭小子，不过刚突破到尊者罢了，本座不怕你。我便是要以此阵法将他的四肢分解，将他分尸。小子，本座听雪舞说你夺走了雪霓裳的天骨，雪霓裳这丫头死了不可惜，但是小子，本座要你将天骨与天族都交给我，若不然，今日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给你最后的机会让你考虑，若是你不答应，本座现在就杀了你。哼，逼逼啥呢，郭子，还想再锻炼锻炼的？我必须要放出绝招了！我的阴功这辈子还从未输给过任何人，除了那个神域得了神琴的臭丫头。眼下空侯已毁，我唯有……雪老祖，你那空侯都对付不了我，莫不是你觉得如此雕虫小技，便能奈我何？这小子与我的空侯对阵过，怎么可能？除非你是……哦，这才过了10天，就不认识你祖奶奶我了？忘记了当初你的神魂是怎么被祖奶奶我给打散的？竟然是你！是你这臭丫头！你在神域夺了我雪家的神琴还不算，现在竟敢到我雪家的地盘来撒野！你的神琴？哼，这几日不见，你还是这么一如既往的认不清自己。死丫头，我一定要杀了你！一定要杀了你！阿朗，有人死了。公子，你一定是难受到了极致，产生了幻觉了。哼，应当是他来了，能够杀了雪老祖的，应当只有他了。阿朗，我这模样，应当不狼狈吧？应当不会吓到他吧？公子一点都不狼狈，公子毕竟当年可是一方圣尊，当时是天底下女子趋之若鹜的存在。又见面了，天女大人。雪无双，这些丹药你先拿去服用，足够你吃2个月。好，都是神品丹药，是你亲手所炼。我说过会替你治好双腿，这些药下去，再配合复健，双腿应该不会再有多大的问题。好，你不怕我毒死你？不会，我相信天女的为人。更何况，你给的哪怕是毒，在我眼里都是好东西，我也愿意去吃。在这天域最后一件事，也算是做成了，我可以回去神域看2只崽子了。那雪无双，我们后会有期。圣尊，圣尊，圣尊！我曾有一位挚友，乃是光明圣堂的圣尊，我从未见过那位圣尊的真实模样。当年，圣尊素日戴着白色的面具，领着光明圣堂，协助我四处征战，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在我被风清瑶掳走时，圣尊正带着光明圣堂在外地，相隔甚远，直至我出世，都不曾再见他一面。你，是光明圣尊？对，他是当年的光明圣尊。天女大人，你救救他，他快死了，快死了！圣尊，您都这样了，难道还要撑下去吗？天女既然已经回来了，那就该让他知道啊！到底怎么回事？圣尊为了救天族人，也为了等到您，与黑暗邪殿交易，将身体与灵魂进献给了邪殿。他不仅废了一双腿，甚至体内注入了邪殿的力量。这些年来，正是还魂碎片压制住了邪殿的气息。如今，他将那宝物给了你，他便时刻被邪殿的气息所侵蚀吞没。长此以往，他会没命的。公子，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阿郎，你做错事了，该罚。天女大人，无双方才的模样，可曾吓到您？没有。那就好。你怎会吓到我？只是无双圣尊，我未曾想到会在此处见到你，是我考虑不周，直接带走了他，竟不知道他对你如此重要。天女大人既然要他，就一定有你的用途。无双用不到，唉，只是可惜呀。从此以后，无双再也无法陪伴领主大人踏足您征战的每一处地方了。无双，
陪伴不了了。不，无双圣尊，我们还会一同作战的。你是我当年的战友，我们还会一同踏足千虚。有我在，我不会再让你们任何人出事。轻摇神君，那便看他往后还能做多久了。好，领主大人，无双等着你，等着与您一同征战，再创奇迹。无双圣尊，谢谢你，谢谢你替我保全了天族最后的血脉。不必，无双永远都会陪着您与所有的天族。无双圣尊，你可愿意前去替我暂且带领天族？你一直留在这雪家也不是办法。好，领主大人，往后喊我名字无双便可。无双，那……哦，无双圣尊，好久不见，这么巧，你也在这里？是龙大，龙大终于从九界回来了。无双圣尊，没想到都这么多年了，咱们还能在此见到，看来咱们回去得好好的喝一杯，好好叙叙旧。媳妇儿，东西我取回来了。回来了就好，东西取回来了。自然。真棒。有我出马，不必担心。莫要忘了，我可是你的龙大，什么时候不忘了？这狗男人出去了一趟，回来好像变得话特别多。龙大，这是无双，我们从前的故人，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无双圣尊吗？本尊自然记得。媳妇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直呼圣尊的名字，未免对他太过不尊敬。还好咱们两个孩子不在这里，要是让两个小家伙听到了，你又要教会咱们两个儿子了。她是他的媳妇儿，甚至他们还有了2个孩子。媳妇儿，既然是故人相见，回头咱们一家4口得好好的请他吃一顿。不错，无双，我们一会儿要去神域，你随我们一同前往吧。神域那里有我们如今的家人，他们见到你一定会很开心的。我以为我已经来得很早了，到底还是晚了一步。好，神龙之主，原来是有您陪伴，领主大人才会成长得如此之快。无双在此谢过神龙之主。我或许无法陪伴着青青，但是有神龙之主在，我就彻底放心了。无双圣尊，不必言谢。我知道你与清晨从前情谊颇深，对他而言如若兄长。你既是本尊媳妇的兄长，也便是本尊的兄长。哼，说得不错，我的年纪足可当领主大人的兄长，无双定会不遗余力助你2人再回巅峰。无双圣尊放心，有本座在，定会护好清晨。谁人敢动他分毫，本尊便灭他满门。好，我自然是相信你的。我有些累了，你们先回去吧，等我收拾妥当再去与你们会合，前往神域。哎呀，我还真想看看我那2个大外甥。好，他们会喜欢你的。娘亲，我们好想你。小叶弟弟，你真是没出息，都5岁多了，还跟个没断奶的孩子一样。娘亲之前都教过我们了，要独立。娘这不是回来了吗？好了，你们爹娘好不容易回来，还不让他们先喘口气儿啊？儿媳妇，这次又苦了你了。怎么样，你要的东西都拿到了吗？还好，都拿到了。还好，看来你们没遇到传说中的天族人。原本我都担忧的不得了，生怕你们会遇到那天族的怪物。哦，怪物？对啊，怪物。漂亮奶奶说，天域的天族全是怪物，一个个比魔族还恐怖。他们生得满口獠牙，还吃人呢。东后奶奶说，有书上记载，当初天族那群怪物的首领就吃人哦，而且还吃小孩。是啊，那个天族首领真是恐怖，还好你们没遇到他。好了，不说这些了，既然你回来了，那就好了。儿媳妇，这些是谁？跟你一起回来的？他们都是我以前的家人，是不小心遗落在天域的天族人，如今跟着我一起回来了。哦，你的家人呢？那以后留在这里吧，在这神域，本宫与东皇都罩着你们，没有人敢动你们。什么？天族人？吾等天族人向东后和东皇问好。天族人？儿媳妇，天族人怎么成了你以前的家人了？回禀东后阁下，天女大人乃是天族首领，天女仁义将吾等视作家人。啥？儿媳妇，你是天族首领？是的，东后。至于是为什么，此事说来话长。金凤与神龙，传言之中那更是相配的一对啊。
天族首领，娘亲好厉害啊！都是白色的，好酷哎！你也是天族人吗，叔叔？为什么别的人都是白发，你是黑发呢？我不是，我是你爹娘的朋友。哇，叔叔，你长得真好看，是我爹爹跟娘亲之外的第一个好看的人。叔叔，你的腿不能走了吗？小叶，不可胡来。没事，叔叔的腿受伤了，所以无法走路。您若是好奇，放心摸吧。放心，叔叔感觉不到任何感觉的。好呀，那我就不客气了。公子，你怎么了？小公子，你不可乱来。公子双腿有疾，你不可以欺负他。阿郎，不得无礼。小公子是天女大人的孩子，亦是你的主子。抱歉，公子，属下逾矩了。小叶，怎么了？我没有欺负叔叔。他未曾欺负我，是方才小家伙手放在我腿上的时候，我腿上第一次有了一点感觉。什么？娘亲，我可以看到叔叔腿上的一道奇怪的力量哎。方才我尝试着想要将那力量驱逐，但是我还不够强大，不能完全的将它都驱逐掉，只能让它退下一点点。小叶，你答应娘亲，从今日起，不可再随便使用你的能力。为什么？娘亲，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努力努力，说不定就可以替这个叔叔把腿上的那道奇怪的力量全都驱逐了。当然，若是无法驱逐，我还可以将它吸收，将它吞没。于小叶，娘亲是不是还觉得我是怪物，所以不喜欢我用这个能力？你怎么可能是怪物？你跟小莫都是娘亲最重要的宝贝，只是娘亲担心你出事，你不知道你的这个能力会引起多少人的觊觎。黑暗圣殿早在数万年前就在寻找一道力量，这世间也只有那道力量才能镇压住黑暗圣殿的气息。如今看来，那力量就是在小叶的身上。小叶不会出事的，小叶很厉害的，小叶只要再努力努力，就可以保护娘亲了。娘亲知道小叶很厉害，但是小叶，你答应我，非到万不得已，断不可使用你的能力，只有这样，娘亲才会开心。好，我答应娘亲，娘亲放心，小叶一定不会让你不开心的。小男子汉，真棒。小主子，你是在找我吗？我就猜到了，小主人只要一苏醒，肯定会找我的。谁让我陪着主子这么久呢？小主人，我来了。哼，这声音我真是再熟悉不过了。小主人，我终于能够好好站在你面前，好好看看你了。滚！啊，好险好险！龙尊上，我家小主人与你关系虽然不错，但我跟小主人关系更不一样。有何不一样？说与本尊听听。当然不一样了，我是龙尊上跟小主人深情的见证者。龙尊上，咱俩认识也很久了，也算是老朋友了。那我就祝你跟小主人百年好合吧。好了，龙尊上，小主人，我先不说了。前2天我新认识了一个好看的姑娘，我跟她约好了10时见面的，我得赶紧走了。我得赶紧趁着龙思诀还没有真的出手，赶紧逃离此处。3天没吃饭，饿了不？你别说，还真饿了。主人，这是龙主人给你亲手做的饭菜哦。龙大，你算准了，我会现在醒来。不是的了，主人，龙主人这3天每天每顿都会做一次，就等着主人你随时醒来的时候再吃。快吃吧，再不吃又要冷了。好。怎么样？不错。饿了？没有。饿了就快来吃，也尝尝你们老子的手艺。我们终于觉得自己不是买东西赠送的了。怎么样，好吃吗？太好吃了，爹爹做的饭菜我好喜欢哦。好吃就好，吃了我的饭就该替我办事了。所谓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以后有我跟你娘一起在的地方，你们须得远离。我的饭菜你们都吃了，若不答应我的话，你们就显得不讲道义了。啊，怎么回事？道口的饭菜突然就不香了。原来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果然爹爹是真爱，孩子是意外。好了，吃了，可以走了。淡定，这么多人到此，肯定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宣布。小叶弟弟别紧张，哥哥带着你。我不紧张，我是担心会不会有坏人欺负爹爹娘亲。神域所有的人都在此，事出反常必有妖。不会，这次我们在这里，谁要是敢欺负娘亲，我第一个把他们打趴下。我们一起，兄弟齐心，其利断金。我等恭迎清晨战神。我等恭迎战神。
我等恭迎战神。各位陛下，这是……清晨啊，魔域与九界的攻击，你率领众人奋力抵抗，你辛苦了。不辛苦，何况也是因我而起。不，就算不是你在，这一战也是早晚的事情。魔域已经对神域虎视眈眈，而那九界更是曾经几度贸然前来抓走我神域之人。此战至少威慑了他们，让他们再也不敢随意小瞧我神域，让他们不敢肆意前来。不错，的确如此。若非是有清晨姑娘在，魔域跟九界前来，只怕我们便如那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但是以后不会了，他们再也不敢来了。对，多亏了清晨姑娘。我记得神域内一直有古老的预言，神域终有一日会遭受一场浩劫。今日正是有清晨姑娘在，我们才幸免于难。好，既如此，你们的感激我收下了。清晨姑娘，请上座。这不合适。不，很合适。清晨姑娘，你可知道这个位置当年原本是要给月战尊的？神域内一直有一个古老的传闻，神域每20年就会有一场大劫，唯独找到一位神主才能够镇得住神域，方能化解此劫。20年前，这战尊将魔域击退之后，原本我们也是要尊他为神主，不过还不曾来得及，战尊便失踪了。我若不接受呢？若是不接受的话，再过20年，神域依旧会遭遇大劫。20年之后，大劫会比这一场大劫更甚。那个预言放在那里，每一场浩劫会比之前一场更大。清晨姑娘，你可要想清楚了呀！算了，西皇，你个糟老头子，我们之前说好了，若是我儿媳妇不愿意，那就不可强求她，一切顺应她自己的意愿。儿媳妇，莫听他们的，没有人可以强求你做你不愿意的事情。东后，这可是神域的大事，难道你想眼睁睁看着神域出事吗？东皇陛下，你也不管管东后啊！本皇听媳妇的。罢了，神域将亡，神域将亡啊！我接受。儿媳妇，你接受？你想清楚了，接受他，你会承受考验的。战尊当年成立灭天，一是为了对抗天道，二便是为了守护神域。我既身为他的女儿，便有责任有义务将他的使命传承下去，所以我接受。但是儿媳妇，你接受了这个会承受相应的代价的。曾经有一个人也被四皇选为神主，在登上神主位置的时候出事了。无妨，只要死不了，其他又有什么大不了？曾经那人死了。哦，这么有挑战性，那我更要试一试了。区区神罚也奈何得了我，还不退下！混账东西，我给过你们机会了。自今日起，吾乃神域之主，尔等可服？不服，那本尊便打得尔等臣服。明明上一次要坐上神主位置的人，并不曾经受这个考验啊！到底是什么环节出了错了？尔等可臣服？哼，看来是本尊手下留情了。恭喜你，经过了神罚，成了神域的神主。从今以后，谁人若敢来犯神域，我定杀之。只要我活着一日，便会以性命护着神域一天。我等从此听从神主大人号令。神主大人在，我神域必将繁荣昌盛，千秋万代。神主大人在，我神域必将繁荣昌盛，千秋万代。都起来吧，不用这么多礼。儿媳妇，还好你没事，之前真是吓死我了。不愧是我的儿媳妇，从此便是神主，多威风啊！四皇，我虽接受了神主之位，但是我还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的。或许明日我就会自此离开了。好好，反正你已经成了神主了，接下来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不会约束你。毕竟只要有一位神主在，便可镇住神域，神域的大劫就不会发生了。听这话，怎么感觉我只是个工具人？不过，你当真是月战尊的女儿？你们几个糟老头子，怎么还敢质疑神主大人？儿媳妇，你明日要去何处？九界。你确定吗？那里还有很重要的事情等着我。
韩远剑圣实在是大善人啊！韩远剑圣每个月都会在此低价出售他炼制的法器，造福于城内百姓，也无怪乎这么多年来，韩远剑圣能够平步青云，成为界主大人的左膀右臂。是啊，就是不知道此次咱们能不能抢到韩远剑圣摆出来的法器了。哼，大善人，哼，真是讽刺。大哥，今日又来了这么多百姓。不错，今日这些法器看来又都能够卖出去了。父亲说了，等这一批法器都卖出去，再过个2个月，他的实力便能再有突破。到时候，父亲说不定会一跃而上，成为整个9界实力最强大的高手。哎，妙丽啊，这些话以后不可再说，万一被有些人听到了就不好了。知道了，大哥。不过大哥，父亲这2日被界主召唤过去，不知所谓何事啊？已经整整2天不曾归来了。这些就不用管了，我们只管将父亲交代的任务做好。好了，大家都别着急，一个一个来。剑圣说了，这次的法器与往期不同，这次这些法器皆是为了有缘人而炼制，还请大家排好队，不要混乱。请大家安静。今日法器不收1分钱，若是法器能够找到自己的有缘人，那便免费赠送给他。哼，蠢货。哥，你别说，这次的灵茶味道还真不错。的确，毕竟是界主大人亲自赏赐的。哥，想来父亲这次被界主召唤过去，定是有什么好事。啊！这些法器尚未镇住，却突然触及我的鲜血接触，这是要认我为主啊！哥，这些法器是要干什么？到底怎么了？他们失控了，该死！一定要注意，不能被这法器触碰，否则就会被强迫认主。这批的法器被父亲特地附上了一层力量，一旦碰到第一个人的鲜血，就会自动认主，而一旦被认主，法器便会自动吸收主人身体的力量。是谁？谁在故意搞我们？可惜啊，之前这个姑娘说这些法器是在寻找有缘人，看来咱们大伙是沾不了光了。不过几位，看来这些法器迫不及待的想要认你们为主，你们这么抗拒做什么呀？我还真是没见过一个人同时契约这么多法器的景象呢。是啊，崔姑娘，看来这些法器与你跟崔少爷有缘呢。你们毕竟是韩远剑圣的孩子，这些法器认你们为主也是应当的。哎，崔姑娘，您这是干什么？我不能契约了这法器，不能。为何呀？这些都是很珍贵的东西啊。当然不能了，因为这些并非灵气与圣气，而是邪气。你说什么？哼，你们这群道貌岸然的东西，说是要送百姓们法器，却是将一群邪气送给大家，想害大家。你们真是狼心狗肺的坏东西！胡说八道！这些法器都是父亲亲手炼制，我父亲乃是韩远剑圣。这不是更说明这个韩远剑圣也是个王八蛋？毕竟上梁不正下梁才歪啊！放肆！哪里来的不知死活的东西，竟敢来我崔家门前信口开河！虽然不知道为何这2个女子会知道邪血之事，但是胆敢再次破坏我崔家的好事，我们断容不下他。暴天拳！啊！公然以邪气来迫害百姓也便罢了，如今却连一个小姑娘都不肯放过。崔家的人原来都是如此品性之人。崔家的，告诉大伙儿，你们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否则我现在宰了你！是何人，竟敢在此滋事儿？母亲，母亲，快救我！这么多年了，崔家的真实目的断不可被昭告天下。母亲，你做什么？终于知道为何这丫头方才那般淡然了。这丫头早已算计好了一切。哼，媚姬夫人果真是名不虚传，竟在此大义灭亲。早就听闻媚姬夫人实力一绝，胸襟宽广，果真如此。媚姬夫人就算是隔得这么远，还是如此精准的挑断了崔公子的手脚筋。夫人的气魄与实力实在是让我等佩服啊！若是让百姓知道我竟会被一个丫头暗算，那我颜面何存？这丫头邪门的很，注定今日是杀不死的。向阳，这是在惩罚你做事不当，差点误伤满城百姓。母亲，您是什么意思？我方才探查到，您父亲所炼制的这批法器被歹人入侵，沾染了邪气，妄图伤了人。你身为剑圣之子，竟如此大意，连这点小事都没有发觉。还好我赶来的及时，未曾铸成大错。母亲，你如此失职，该罚。诸位，今日挑选法器的活动结束，
还请诸位都散了。改日，剑圣会替大家炼制出一批新的法器，以弥补诸位。至于这位姑娘，你阻止了这一切，本夫人记住你了。都散了。啊，主人，天大的消息！听说那崔家不知道是找了什么神医，之前被主人你打断经脉的那个人，身体竟然恢复了。你是说崔向阳？对，就是他。这才2天的时间，那个人满身的伤竟然痊愈了，而且好像更加厉害了，实在是奇怪。当日我顺着媚姬夫人的动作，砸断了崔向阳的经脉。按说崔向阳应该短时间内只能落在床榻上，现在突然恢复正常，实在是反常。他人在何处？今日是昆仑殿少主的选拔赛，那个人去昆仑殿内参加少主选拔赛了。我方才在路上亲眼看到，他意气风发的坐在一个赤血天马上，朝着昆仑殿前去，那架势好像胜券在握，韩远剑圣也紧随其后呢。是吗？这么大的场面，我怎能不去观赏？美姬，你好大的胆子，你胆敢在外头毁本座名声，就你这样还妄图让本座将少主的位置给你儿子。哥，是女王的残魂，那个女王的残魂使诈，逼迫我指责你。哥，我不是故意的。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一个臭丫头，那臭丫头跟穆少皇一同上了那座山。穆少皇此人我们是知道的，他虽然是9界第一天才，但是天性纯良，又是南天界穆家之人，断做不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可那臭丫头就不一样了，当日那臭丫头甚至差点废了向阳。那丫头得到了女王的一个宝物，不知道她都对女王说了什么，竟让女王对我下手，逼迫我指认哥哥你。一个丫头，好大胆的丫头，竟敢与本座作对！舅舅，母亲不是故意的。界主，还请界主放过姬儿。唉，罢了，都是一家人，如今本座也没有别的人可信任了。兄弟，承让了。魏兄不愧是天榜第8人啊，我实在是心服口服，希望魏兄能够一路长盛下去。长盛简直做梦。12号崔向阳迎战。崔家公子固然厉害，但我记得他不过是天榜上排列17名，怕是难对付魏公子了。是啊，崔公子虽然是界主的亲外甥，但是这次比武我们都看在眼底，不会掺杂任何水分的。你想赢了他？你是何人？要做什么？你若想赢，我帮你。哼，不必。你的实力太弱了，崔向阳如今力量已在盛整，你奈何不了他。那又如何？崔家的人1个2个都该死。崔寒元伪善，崔向阳较之他而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么多年来，崔家始终不肯放过我施家。1年前，他甚至前去霸凌了我的妹妹，非要看得我施家家破人亡。如今好不容易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哪怕我拼了这条命，今日我都要杀了他。你是施家的人，崔寒远从前妻子的家人。不错，崔寒远曾经是我施家的赘婿，他曾经的妻子是我的亲姑姑。你到底要干什么？将你的身体借给我，我替你杀了他。你说什么？他不是想赢得漂亮吗？我来帮你，让他站得有多高，摔得有多惨，甚至于我会帮你在这里揭穿崔大圣人的真面目。你到底是谁？我答应过他们，会将他们从古荒之地救出。好，我将身体借给你。这崔公子不愧是韩远剑圣的儿子，果然有韩远剑圣的风采。看来这次昆仑少主非崔向阳莫属了。此战之后，只怕天榜又将重新排名了。师兄，到你了。师爷，给你个机会，跪下求饶，并且回去后将你的妹妹送到我府上。今日我便保你体面，否则我会让你死得很惨，让你当着众人的面颜面全无。师爷，你可得仔细考虑好了。说完了，那就开打吧。师爷，你敢对我出手？难道我站在这里任你挨打？我告诉你，今儿我不但对你出手，还敢对你出脚。天哪，这简直是玩虐呀！崔公子不是很厉害吗？怎么会被施家的公子玩虐？我是未来的昆仑少主呀，我断不能被人欺凌，被人嘲讽。师爷，我跟你拼了！哼，黑暗圣殿的力量啊，许久
不见了。向阳身上的力量乃是当年神秘人所赠，神秘人何其强大，我相信崔向阳一定能够利用这力量打败石毅。石公子这是怎么了？莫非是被吓傻了？原本以为这石公子还能跟崔公子对抗呢，真是看来还是我们想多了。向阳小心，那小子到了你的身后！石毅，你放开我！你若敢赢了我，你石家今日起休想再有半点安宁的日子过！我若放了你，难道你崔家就会放过我们吗？姑娘，替我杀了他！只要您杀了他，我石毅以后必为您马首是瞻。好。啊！放肆！放肆！石毅，你好大的胆子！你住手！混账东西，敢在本天道眼皮子底下作弊！天道大人，我与天道这一战，不过才小半年的功夫，天道应当还未曾养好伤吧？天道大人，石毅何其狠心，妄图在比试台上杀人，昆仑界绝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3年之约尚且未到，我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被这个丫头给重创了。更何况，这丫头好像变得比以前还要强大好多。这是一场比武，除非一方认输叫停，否则绝对不能停止。昆仑界主，你身为昆仑界的界主，却连一个比试都要干预，这成何体统？还不速速退下！这天道连着2次出现，竟似乎都在跟我作对。可是天道明明应当是最公允的，怎会与我作对？昆仑界主，你想违抗本天道的话？若如此，那本天道将所有的账跟你一同算。我断不能让世人知道我自己擅自出兵攻打下界，导致3个儿子全部折损的事情。若是这事被外人知道，我只会沦为昆仑界的耻辱，沦为整个9界的笑柄。天道大人说的极是，是本座太过心急了。比试继续进行。界主，那石毅今日来势汹汹，行为怪异，他必须被处死。闭嘴！可是向阳是您刚刚认下的养子，已经进入您的族谱了。尊重规则，任何人不得打断。你不是石毅，你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告诉我，你身上的黑暗力量从何而来？你不能杀我！我爹是寒渊剑圣，这力量也是他赠予我的。你若敢再动我分毫，我爹不会饶了你的。寒远剑圣与黑暗圣殿勾结，你崔家所作非人，总有一天你们的真面目会被世人知道。石毅，你敢杀了我儿子！杀了你！我要杀了你！哎呀，这寒远剑圣动怒，石公子这次怕是惨了。这石公子也实在是该死，竟敢斩杀崔公子！崔公子可是寒远剑圣的儿子呀！寒远剑圣可是咱们昆仑界的大善人、大英雄。石毅斩杀崔公子，那便是公然与整个昆仑界作对。早就听说石家的人有些疯了，现在一看，当真如此。他杀了崔公子，死不足惜啊！我定非寒远剑圣的对手，但是事情到这一步，我已经很满足了。崔向阳已死，也算是给崔寒远一记重击。我虽无法揭穿崔寒远的真面目，却也总算不是一无所获。石毅，这小子什么时候竟有如此能耐？放手去干，有我兜着。姑父，哦不，崔寒远，没想到吧，你也会有这么一天。石毅，你疯了！你小享少主之位也便罢了，还在此丧心病狂地杀我儿子！哼，崔寒远，这比起你的所作所为来，又算什么？石毅，我知道，在你姑姑去世之后，你们对我有诸多不满。可是这么多年来，无论是你石家找到我，想要什么，我都会如数奉上，从来不曾亏待过你们。难不成我还不能有自己的生活吗？而你们却以德报怨，杀我儿子，毁我崔家！我必须要立即击杀石毅，必须！崔寒远，你这个伪君子！今日我便要在此替天行道，杀了你！姑父，表弟妹，石毅今日要在这里替你们报仇了。界主，这小子疯了！这小子疯了呀！不知阁下是何人，竟会以神魂入内，大乱我昆仑殿？还请阁下自行现身，否则本座断是饶不了你与整个石家。传说中的昆仑界主，果真名不虚传。这女子看着年纪轻轻，不过20岁上下，但是她却脸上挂着浅笑，毫不畏惧地看着我，那神色竟让我在其中看出了些许挑衅。
是你，方才都是你搞的鬼，向阳是你杀的，并非失忆这小子，是不是？不错，是我。姑娘，休要胡言，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与你无关。我今日既然来了，就压根没打算活着出去。我知道昆仑界主的本事，绝不能让这姑娘掺和进来。这施家的人倒真与崔家人不同。方才那小子的确是我杀的，只不过他该死。哎呀，这个姑奶奶胆子怎么这么大？那是昆仑界主啊，她都不知道收敛一点吗？啊，主人好棒啊！疯了，这一个两个都疯了。我乃是9界天榜第一之人，我穆家又是南天界的第一家族，若是我替月倾城求情，昆仑界主应当会看着给点面子。放肆！好个大胆的野丫头，敢来我昆仑界撒野！这个界主就有尊者7重境，甚至更厉害。看来想要现在就对付他还比较麻烦。昆仑界主，说来还是我替你斩杀了那个混账东西。我是来帮界主你惩奸除恶，又何谈撒野？韩远剑圣，还记得我吗？姑娘，我崔家到底与你有何仇怨？你非要对我崔家做到这一步？姑娘，韩远剑圣造福我昆仑界多年，你今日为何如此咄咄逼人，非要做到这一步？对，今日你若不给个合理的解释，莫说是韩远剑圣与界主不会放过你，便是我们整个昆仑界之人都不会饶过你的。石玉，你与这妖女沆瀣一气，扰乱昆仑大比，实在是该死。愚蠢，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崔韩远，你可还记得古荒之地里的5个冤魂？你说什么？怎么，这才过了多久，你就都忘了？姑娘，你说什么？古荒之地？怎么，你还不知道？是你，崔寒远，已经将他们困在了古荒之地。崔寒远，你当初害死了他们5个人也就罢了，为何还要这样折磨他们，让他们永世不得轮回？他们是你从前的妻子跟孩子啊，你还是个人吗？臭丫头，你竟敢在此胡说八道！你到底是谁？到底要做什么？我们无仇无怨，你到底要做什么呀？我们是无冤无仇，但是我答应了你的妻儿，要送你去见他们，他们可都天天盼着跟你团圆呢。界主，快救我！昆仑界主，今日当着天轮眼的面，当着所有昆仑界人的面，我想弄清楚一件事，想给崔家一个交代，给昆仑界众人一个交代。我想圣明如您，应当会给我这个机会的。若是证实今日是我无理取闹，我愿意在此给崔家偿命，如何？好，本座给你这个机会。这丫头的身手诡谲，明明年纪轻轻，实力就已经这般恐怖了。我竟从来不知9界何时竟出现了如此高手。韩远剑圣，本座相信你，希望你不要让本座失望。崔寒远，当着大伙的面儿，告诉大家你都做了什么？那，你敢跟你曾经的妻儿对峙吗？什么？不错，我就问你，敢不敢？有何不敢？但是姑娘，还请你莫在此信口雌黄。好，那就让你的5个妻儿自己来跟你讨债吧。崔寒远，你好狠的心！为什么？你为了攀附上美姬，除掉我也便罢了，为什么还要对我的孩子动手？那4个孩子是你的骨肉啊！爹爹，你就是我们的爹爹吗？爹爹，古荒之地好苦，我们好痛啊！爹爹，是我们不乖吗？为什么你要将我们丢在古荒之地？爹爹，娘亲说一家人就该整整齐齐，你来陪我们好不好？我们好想你啊！不可能！你们怎么会出来？怎么会出来？你们分明被镇压在古荒之地，被镇压在古荒之地啊！什么？韩远剑圣在说什么呀？滚开！都滚开！别来找我！你们应该在古荒之地啊，永远不可能出来的呀！你们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蠢猪，混账东西！你说什么？崔寒远，你看你自己心虚了，是不是？好了，你们回来吧，已经很可以了。臭丫头，那根本不是我妻儿的魂魄，你在骗我！是啊，那的确不是他们的魂魄，他们还被你镇压在古荒之地，怎么可能出得来？臭丫头，你敢骗我！你骗我！崔寒远，你当年为了自己的前途，非但抛妻弃子，更杀妻杀子，苦毒尚且如此，你连个畜生都不如，该死！
臭丫头，我没有，是你跟施家人联合起来迫害我，我没有。哼，崔寒远，当着所有人的面向你曾经的妻儿认错。不。崔寒远，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姑娘，没想到所有的人都被这个伪善人欺骗了，还好有姑娘你在，若不然我昆仑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遭受他的迫害。是他罪有应得，万事有因有果，人总是要替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姑娘说的对，不知姑娘你来自何处？本座从前倒是不曾听闻过你。我只是一个周游四方的游侠，恰巧经过这里，得知了韩远介绍的真面目，想来此揭穿他罢了。但是姑娘今日擅自闯入了我昆仑界，破坏了我昆仑大比，姑娘难道就不想说些什么吗？这个丫头拿了神隐女王的宝物，还将媚姬伤至此，该死！好大的胆子，何人竟敢擅自闯入我昆仑殿？听说我儿子的救命恩人在这里被人胁迫，老朽迫不及待的过来了。是谁？谁在跟我儿的救命恩人较量？是你，穆天中。昆仑界主，好久不见了。哎，我儿的救命恩人何在？哦，就是你。我操，吓死我了！薛姑娘，还好你没事。爹，他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混账小子，没出息，竟然让一个小丫头救你！爹，我再没出息，不也是您的儿子吗？昆仑界主，是你要跟我儿的救命恩人作对吗？这位姑娘在这里替本座击杀了一个大恶人，拯救了本座无数子民，她乃是本座的恩人，是整个昆仑界的恩人。本座感激她都还来不及，又怎会与她作对？是吗？那甚好，甚好。哈哈哈哈，那就好。昆仑界主，既然你要感激他，那赶紧的吧，我还等着把我儿的救命恩人带走呢。小丫头，你要昆仑界主怎么感激你啊？算了，你这丫头看似很老实，这样老夫替你做一回主了。昆仑界主，他既是昆仑界的恩人，这份恩想来很难报答了。若不然，你就将你昆仑界的灵珠作为赏赐给这丫头吧。穆兄，这灵珠可是我昆仑殿的至宝。是啊，这样才显得昆仑界主慷慨大度啊。哎，昆仑界主，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难不成是舍不得？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想啊，要不是这丫头在，昆仑界不知道会死多少人，那坏蛋不知道会祸害多少人。这一颗灵珠又怎么能跟珍贵的百姓的性命相比？当然，穆兄说的对，不过只是区区灵珠罢了，如何能够跟百姓们相比？姑娘，你可知道那崔寒远与昆仑界主关系斐然呐？你今日当众拆穿了崔寒远的阴谋，只怕是挡了昆仑界主的道。我知道。昆仑界主那狗东西，只怕会报复于你。我一直就瞧不上那狗东西，也不知怎么的，当年竟然能够登上昆仑界主的位置。南天界的世家似乎也并非全是坏人。无碍，昆仑界主虽然厉害，暂时却也奈何不了我。你在苍山之巅得到了神阴宝物？是我送给他的。得了，你有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神阴女王的宝物岂是你能触碰的？爹，我好歹是天榜第一人。拿到神阴宝物，闯入昆仑殿杀崔寒远，小丫头，你这胆子实在够大。不过崔寒远修炼邪气的事情，只怕也与昆仑界主这狗东西脱不了关系。你坏了他的好事，他定不会善罢甘休。爹，无论如何咱们得护着月姑娘，我答应了月姑娘的，我穆家会护她安稳。你个不争气的臭小子，天榜第一人还要在这里被一个小姑娘救。哎呀，反正我知道那昆仑界主不是你的对手。爹，我话就撂在这儿了，你要是不答应我护着月姑娘，我就不回去。谁能想到9届天榜第一之人就是这般？穆少皇，你能不能出息一点？你这样出去别跟外人说你是老子我的儿子。罢了，你个丫头，我跟你有缘，总觉得你的脾性与胆子都像极了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这样吧，我穆家会护着你。多谢。你家在哪里啊？回头我派几个人去守在你家外头，有我镇着，昆仑界主势必不敢胡来。目前算是四海为家。月姑娘，你虽然四海为家，但是别担心，以后你就是我义妹，我就是你义兄。你确定要当我义兄？我差点忘了岳清晨这个女人简直是个魔鬼。那你当我姐也行。那就这么定了。没出息的臭小子，还有心思在这里咒着别人，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危机四伏啊？哎呦，怎么了爹？人吓人吓死人呀！
你要再不回去，天榜第1的位置怕是不保了。快随我回去好好修炼。南天界内突然出现了一个不知名的高手，将南天界内各大世家弟子都挑战了个遍，我估摸着也快到你了。突然出现的高手，十有八九是龙大了。南天界有规矩，烽火令素来由南天第1大家族掌管。怎么，两位莫不是眼瞎了，还是脑子进水了？忘了我穆家的身份了吗？穆夫人，若是不交出烽火令也行，那就加入我们世家联盟，从此听从各大世家的调遣。狗东西，难怪我家老爷天天这样喊你们。在我看来，喊你们狗东西，还真是抬举你们了。想让我穆家加入你们这狗屁联盟，简直做梦。穆夫人，既如此，那就休怪我等不客气了。哼，不知死活的东西！我家老爷虽然不在，老娘也照样能打你们。既然你们不愿意自己出去，那老娘就让你们滚出去！两个混账东西，敢使诈，敢以紫金盘来对抗我的紫金鞭！不错，我们今日的确是有备而来。穆夫人，这紫金盘是我们从李家得来的，只为了对抗。李家尚且已经加入了世家联盟，穆夫人你最好不要不识相，我劝你还是乖乖的交出烽火令，否则后果你知道的。我呸！不要脸的狗东西！哼，就算是死，烽火令也不可能落到你们狗屁联盟的手上。有娘生没娘养的狗东西，也敢来我穆家撒野，老子弄死你！是穆家主。哎，他不是离开南天界了吗？他怎么又回来了？混账东西，敢趁老子不在来入侵我穆家！穆老爷，我们可是世家联盟之人，如今你伤了我们，便是与世家联盟作对，这后果你承担不了的。丫头，你说留还是不留？这世家联盟都已经明目张胆到这般地步了，这2人难道还留着一起看风景？好，那老子就捏爆他们的狗头！穆老爷，我们也是听从吩咐办事的。这20年来，穆家与世家联盟从来不愿意有过多的纠纷，甚至也一再的忍让你们世家联盟，而你们趁着我不在对我穆家动手，还妄图伤害我夫人。看来这20年是老子太给你们脸了。既然你们这样给脸不要脸，那老子也没必要再留着你们了。穆老爷，不要！你若是执意一错再错，就是彻底与世家联盟为敌。你虽然已经到达尊者9重，但是你的身体情况，世家联盟是清楚的。哼，为敌？你们以为研究了老子的战术就能对付得了老子了？痴心妄想啊！哇，主人，他好厉害啊！尊者9重，的确不同凡响。看来这穆家今日的麻烦有点不小啊。穆天中，你胆敢在此击杀世家联盟之人？你们到底要干什么？穆天中，你击杀了世家联盟的弟子，被我当场逮到，违背了南天世家公约，你该罚。穆天中，别挣扎了，早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世家联盟就已经对你采取了措施。卑鄙！你们这群卑鄙的畜生！原来你们今日是故意使诈。交出烽火令，我们便放了你，否则即便你已经到了尊者巅峰，甚至到了尊师境地，只要这吞天虫兽在，便可将你吞没。哼，元兄，你这蛊虫果然厉害，连尊者9重都能控制得住。那是自然，我袁家可是蛊虫世家，自此待我们拿回了烽火令，地位必能在世家联盟之中水涨船高。从此以后，世家联盟听从我袁家号召。宇元兄，这吞天虫兽实在是让我大开眼界呀！
怎么回事？什么光芒这么耀眼？该死，这穆家的人好大的胆子，如今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还敢对我们出手？一会儿我定要用这吞天虫兽好好的再折磨折磨穆天中，以显示我们南天世家的吞天虫兽！该死，你是从哪里来的东西，竟敢抓走我的吞天虫兽！野鸟滚蛋，放开吞天虫兽，否则我们必不饶你！好呀，我火凤可是主人最为武神器的坐骑，竟然被这2个人化为野鸟，我才不是野鸟，我可是超圣兽！吞天虫兽交给我，我饶你不死！哼，你们要这虫子呀？放肆，还敢装傻！南天世家不会放过你的！哎呀，不好意思，你应该知道的哦，鸟是最喜欢吃虫子的。我看到你之前在那里放出这个虫子，我还以为你是想拿这虫子来给我的，就一个不小心控制不住。你们别杀我，我现在就将这虫子给你们。哼，南天世家好可怕啊！吞天虫兽，我不是故意的，谁让你们长得这么恐怖，把我吓到了，我好害怕呀！你们想要吞天虫兽，我给你们，这就给你们，你们接好喽，要是接不住，我不负责的。啊！你们怎么没有接住？它掉到茅厕里头了！你为什么不接住它？我说了，要是出意外，我不负责的。野鸟，你是故意的！哇！主人，这只坏蛋想要对我动手！2个老东西，老子跟你们拼了！走！老爷，怎么样？你没事吧？你何时竟被种下了那吞天虫兽的蛊？我也不知道，世家联盟的人实属卑鄙。嘿，你们说那只掉进粪坑里的虫吗？放心吧，它活不久了。哈哈，我家主人方才让我去杀那只虫子的时候，顺道给那虫子喂了一味药，那虫子回去之后，最多只能再活1个时辰。吞天虫兽，那是袁家家主的宝贝，是袁家家主以心头血灌溉养了30年的东西，就这么被弄死了。老爷，此番咱们怕与世家联盟彻底走到对立面了。怕什么？不就是对立吗？大不了那些世家来一个，老子打跑一个；来一双，老子打跑一双。为何不加入世家联盟？什么？什么？世家联盟天天干些龌龊的事情，我才不会加入。不，我的意思是，加入世家联盟，压住其余家族，让其余家族听从你们的号令。丫头，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难道不是吗？眼下穆家的情况便是人如刀俎，虎为鱼肉。像今日这样的情况，以后定会源源不断。他们会冲着那烽火令而来，不达目的不罢休。穆家主，与其在这里被动，倒不如主动出击。可是我们胜不过。那就先加入世家联盟。世家联盟之中都有自己的准则，加入联盟，镇压联盟，让世家联盟听从穆家的号令。丫头，你怕是不知道其余8大世家的实力。世家联盟已经存在20年了，这20年联盟早已稳固，联盟之中更是复杂无比，阶级森严。稳固又如何？这些人既能聚集在一起，定是有什么共同的利益驱使着。一旦利益变化，便会离了心。人心就是如此。你们若是有顾虑，让我代替穆家前去，如何？我太想去看看这世家联盟到底在做什么了。当年必是世家联盟抓走了我的父亲，我必须要去找到他们。好，丫头，今日是你救了我一命，若是无你在，今日我穆家或许已经被袁晨2人拿捏。丫头，你想做什么，尽管去做，我穆家不遗余力支持你。那是何人？我从未见过南天界内有这样一号女子，看来又是哪个小家族想踏入8大世家联盟了。8大世家，我终于寻到当年掳走战尊的世家了，我一定要找到战尊所在，一定。哎呀，这姑娘好生强大，竟砸碎了惊雷鼓。雷鼓，那可是8大世家共同炼制出来的顶级圣器。小丫头，休得在这里胡闹啊！此乃惊雷鼓，是加入世家联盟请求的讯号。你肆意敲打鼓，也不怕受到惩罚吗？不错，我的确是来请求加入8大世家的。你只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小丫头，我们甚至未曾在天榜上见过你。你可知道，上一个前来参加世家联盟挑战的弟子摆列在天榜第20名，只可惜他还是没有资格率领他的家族踏入世家联盟。穆家主，你这是在开玩笑吗？这姑娘与你穆家毫无瓜葛，你们竟选派这丫头前来？
穆家主，还是请回吧，他代表不了你穆家。若你们当真要加入世家联盟，倒是可以派穆少皇前来。谁说他代表不了我穆家的？他是我穆田中一个挚友的孩子，从小到大都被我当作亲生女儿对待。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外学艺，如今归来了。穆田中，你是将我们当傻子吗？你说他能代表，那就能代表吗？丫头，我将这烽火令暂且交于你，你代替我好好保管它，如何？穆伯伯，你就不怕我带着他跑了？哈哈哈哈，不会，我穆田中这么多年来还从来不曾看错过人。丫头，我相信你，却也更相信我自己。我说过，我穆家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你。烽火令象征着我穆家的身份，现在你们可相信了？穆家主可真是大方啊，随便将烽火令交给别人。不劳元兄费心了，这是我穆家自己的事情。不过元兄，这周遭怎么好大的一股臭味？莫不是昨夜元兄从粪坑里捞东西时候回去没有洗澡？哦，不对，元兄这嘴巴里也是满口的臭味。不会吧，元兄，你昨晚从粪坑里捞东西出来，不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欲吧？我竟不知元兄你竟然还有吃屎的爱好。哎，小侍卫，你是不是看到了啥？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哈哈哈哈！袁家主，看来还真被我猜中了。世家联盟这么多年，一直在想方设法的拿回那烽火令，却一直无果。如今却看着穆天中将他交给一个黄毛丫头，哼！不过也好，在黄毛丫头的手上，那就更好对付了。好，穆家主，看来你当真是信任极了这个丫头了。那我就期待你们穆家的表现。我相信呢，你们穆家这位代表小辈能够通过世家联盟的挑选，定不会让我失望。小小世家联盟罢了，奈何不得我。那一会儿就请袁家主多多赐教了。放心，有你好受的。我们世家联盟可不是阿猫阿狗随便就能踏入的。既然本家主已经到此，你便先经受本家主的第一轮考验吧。死丫头，既然她来送死，那我就不客气了。袁家主，就这样吗？臭丫头，你休要张狂！八大世家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紫色？哎，我记得这八大世家的测试的第一关从未出现过紫色。这紫色竟这般强大，我都置身在光芒之外，竟仿佛也承受不住了。元宵，你这个混蛋，你竟使出了对敌的力量！本家主是世家联盟的人，这测试是由本家主说了算。更何况这都什么时候了，世家联盟的关卡也早已经提升了。丫头，现在撤离还来得及。现在才想撤离，现在后悔了？哼，晚了。穆兄啊，你将烽火令交给了一个黄毛丫头，哼，可惜呀。好了，就这么结束了。穆天中，若是你们还想加入世家联盟的话，不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将那烽火令交到我的手上。这便是第一道关卡吗？看来也不是很厉害呀。怎么样，袁家主，我这样算是通过了吗？哎呀，袁家主，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受伤了？都怪这奇怪的力量，一点都不好对付，定是这力量失控了，伤到了袁家主你了。好，袁家主，还有什么关卡都使出来吧，别浪费时间了，速战速决。好个大胆的丫头，竟破了联盟的对敌阵！穆天中，你这次带来的这丫头，可真是让我们联盟世家大开眼界啊！几位兄弟，这丫头如此狂傲，连我都敢伤。元兄，听说昨夜你跟陈两家人去了穆家了。元兄啊，你竟被一个黄毛丫头所伤，实在是有失你袁家的风范了。元兄，八大世家最忌讳的便是单独行动，若是再有下次，逐出世家联盟。就是你想加入世家联盟？不错，还有什么招数？放马过来吧！好个嚣张狂妄的丫头！快，赶紧进入第二轮，我就不信他还能赢。你闭嘴！现在没有你说话的份儿。好啊，丫头，你既然想踏入世家联盟，那就先打过联盟之队。再来。穆天中，你们再怎么殊死拼搏，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我可记得很清楚啊，上一个要加入世家联盟的人就被联盟弟子的这道功法挤压成了一个肉泥，
穆天中，你们穆家呀，就自求多福吧。元宵，你再敢在空气之中排放粪便的味道，老子就弄死你！好快的速度，好大胆的操作！上一次见到这样的打法，似乎还是20年前。不错，这丫头当真有那人的些许风采，只希望别跟那个人一样不识好歹。若不然，一会儿让我去试试，看看这丫头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小心点儿，可别让她死得太难看了。我赢了。看来是世家联盟这么多年不曾出手，导致手生了。小丫头，姑且算你赢了。还有吗？小丫头，你已经通过了2关，这么多年来，你是唯一一个能够到达第3关卡的人。只要你能够再通过第3关卡，我便同意你加入世家联盟。丫头，你敢不敢应战？韩家主既然发话了，我又怎会不敢？这丫头啊，看着不过与我的儿女差不多大，竟当真胆大如斯。我韩家的摄魂术，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了的。天哪！韩家主这次竟使出了韩家的秘籍，这世家联盟的测试竟如此残酷吗？炼魂炼制的是一个人灵魂的弱点，每个人都有弱点。韩家主的这门绝活便是将对方的弱点无限制的放大，直至最后击溃对方的心理防线。丫头，你一定要撑住啊！怎么回事？这个姑娘跟韩家主竟似乎在对抗。他到底是谁呀？竟有这般本事！只要找到弱点，这丫头就必输无疑了。还以为这丫头会有多难对付，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啊！我已经可以提前庆祝自己胜利了。穆天中，看来今日到此结束了。穆天中，你还是回去洗洗睡吧。20年前我们世家联盟给过你机会了，让你加入，但你死活都不肯。现在想加入，晚了。什么？怎么可能？怎么回事？老韩竟然失败了！韩家主，你释放的力量都消失了，是不是意味着我又赢了？好，月姑娘，这场测试我代表8大世家宣布，你通过了。哼，竟然来接我们！我操！世家武堂竟然在大门上施加了力量，让人打开！这群王八羔子一定是故意的。哼，好的很。月姐，你要干啥？试试看这门的质量行不行？哎，不行啊，月姐，这门可是8大世家当初一同锻造，这世间还没有人能够撞破的。没想到都过了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有家族能够闯入世家联盟，也实在是稀奇。听闻去闯联盟关卡的是一个姑娘，那姑娘年纪不过20来岁，竟连韩家的炼魂都轻松的躲过了。哎呀，想来也实在是不容小觑。不仅如此，我还听闻啊，此次前来武堂的不仅是那个姑娘，还有穆少皇，那个天榜上排第1的少年。什么天榜第1啊？上次若非是韩少正好突破闭关，未曾能够前去与穆少皇比试，哪里有他排第1的份儿？更何况穆家这么多年来将所有的资源砸在了穆少皇的身上，穆少皇说不出点成绩，那还真是蠢笨如猪了。嘘，他们来了。就那2个人也想来我们世家武堂，简直做梦。世家武堂是我们主宰的，今日他们就算撞碎了头，也休想踏入。我可还记得，曾经有人妄图闯入武堂，最后撞得头破血流，灰溜溜的滚回去了。那是当然，这道门可是我们8大世家身后的几位最顶尖的高手一同锻造的，他们无坚不摧，也无任何东西能够摧毁他们，就等着。放肆！你竟敢拆了我们武堂的大门，你可知道这是违背武堂的规矩？你好大的胆子！违背规矩？怎么会呢？方才各位不是正在攀谈吗？我与穆兄抵达这里之后，武堂大门迟迟不被打开，又隐约听到你们说撞碎了头之类，难道不是在暗示我让我撞击进来？韩少，这丫头实在是狂妄之极，她初入武堂就敢再次教训我们，实在是太过嚣张。你们既然踏入了武堂，就该遵守我武堂的规矩，在世家武堂之中，若不遵守规矩者，将会接受惩罚，甚至被逐出去。这位姑娘，你就这么闯破了门，甚至扛着大门入内，不与武堂之内的前辈行礼，简直是大不敬。世家联盟是一个规矩森严的体系，断不能容忍像你这般的肆意猖狂。姓韩的，你就是故意的，故意不让我们进来，你不就是跟我有私仇吗？有本事你跟我正大光明的打一架！穆兄此言差矣，如今穆家是联盟世家的第几个家族，自然该被世家联盟约束。我知道穆家刚刚加入联盟，
尚不知联盟的规矩，特地在此教教你规矩罢了。好，守规矩，不能举着门。我知道了。我月姐牛逼啊！怎么样？现在符合你们的规矩了吗？臭丫头，你到底想干什么？竟这般不懂规矩！你初入武堂，穆家如今乃是世家联盟中的第9家族，按照排名，你也堪暂且位居外堂。不过是一个外堂之人，竟可在此这般嚣张。虽然知道月姐很狂妄，但是眼前这群人可都一个个的是各大世家最优秀的弟子啊。月姐，我听说，只要能够打败了你们内堂的弟子，我便可留在内堂。如此，来吧。狂傲的臭丫头，让小爷来会会你。不服气是吗？那别浪费时间了，大家一起上吧。这丫头好大的口气！9界天榜上尚未出现过这样一号人，她竟敢在这里这般狂傲！臭丫头，你找死！玉姐，让我先来，我可是天榜第1之人，这群人我还不放在眼底。如何？现在我有资格踏入内堂了。今日我就将话丢在这儿，我这人最讨厌麻烦，谁若是来找我麻烦，我不介意顺手将他铲除。我说到做到。月姐，等等我！月姐，这是世家联盟的藏书阁。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就进了藏书阁了。世家联盟的藏书阁可是南天界的一大宝贝，听说里面存放着各种各样的秘籍。不过这藏书阁被人封印着，任何人都无法踏入。哦，谁都不曾踏足？是的，听说8大世家一同封印住的。若真是那8大世家一同封印，倒是不足为惧。我操，月姐，你别告诉我你是要闯这藏书阁吧？有何不可？我们如今是内堂的弟子，这藏书阁难道还进不得了？这世家联盟的弟子还真是一个比一个不懂规矩，哼，一个比一个还更不懂事儿啊！我以前没见过你，听说世家联盟新加入了一个家族，莫非是你们？不错，正是我们。又是一个加入世家联盟的鸡鸣狗盗之辈，我竟不知这世家联盟到底有什么好的，竟让各方都趋之若鹜。不过是一群欺世盗名之辈罢了。老人家，那你还留在世家内堂之中啊？我与你们不同罢了，你们这群欺世盗名之人是不会明白的。不过老夫还是愿意在这儿等着看着这世家联盟瓦解的那一天。月姐，这老头实在是怪哉。这世上奇怪的人多了去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不必理会。在这里等着我，我去就回。月姐，你去哪儿？20多年了，当年静心大师预言20年神域会出现神主，我等着那位神主出现，覆灭此地。是你到底要做什么？老人家，方才匆匆一别，还没来得及好好打声招呼，我特地来此招呼你一下。世家联盟的人莫不是又想出什么法子，想从我这里探查到什么？我都说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老人家应当知道如何打开藏书阁的。都20年了，世家联盟的人，你们难道就没有别的新鲜的问题吗？天天就知道问我这个问题呀？告诉我，大门上封印着4大神兽的图腾，是否是战尊所封？是不是只要我能将4大神兽聚集，藏书阁的大门就能打开？你说什么？我不知道。好，我知道了。你是不可能打开那扇门的，那扇门既然已经被封印住了，这世间就绝不会有人能够将它打开。你们世家联盟的人都是一群肮脏之辈，你们该死，你们都该死。你这老头当真与战尊相识？你到底是谁？你想干什么？放心，世家联盟不会一直这般猖狂，善恶终有报，他们会为当年做的事情付出代价的。哼，你的设想很快会成真了。桃花精灵，
这是那个人当年的桃花精灵。你是战尊的人，你是战尊的人，战尊的人。没想到啊，我有生之年还能等到战尊的人。老人家，你起来。姑娘，战尊他好惨，他好惨呐！你要替他报仇，替他报仇啊！到底怎么回事？战尊他在哪里？当年他们就是想将战尊绑在那个藏书阁内，那群丧心病狂的东西。他们说战尊是神域的神主，非要用战尊的鲜血做引，用战尊的肉入菜，说这样才能保住9界的安稳。以血做引，以肉入菜，何其恐怖，何其残忍！你再说一遍，他们干了什么？那8大家族呀，他们当年的每一个家族，每一个所谓的高手，都吃过战尊的血肉啊，没有一个例外呀。他们说战尊是神主，只有吃了战尊的血肉，才能保住9界的安宁。那群畜生，他们都是畜生啊！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他们只是得知了一个预言，预言里面说神主现世，神域星9界王。他们说只要吃了神主的血肉，实力便会得到质大突破，就能让他们主宰9界。战尊他是这么好的人，他虽来自下界，但是实力卓绝，他乐善好施，善待每一个人。最终不仅被8大家族给抓走，甚至8大家族还对外共同使力，抹去了战尊在南天界所有人心底的记忆。该死的明明是那群伪善的8大家族，不该是战尊呐！那他现在在何处？还在那藏书阁内吗？他走了，被8大家族囚禁了半年之后，他就逃走了。临走之前，他耗尽了全身之力，将藏书阁给封印住。从那儿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踏进去。逃了，真好，真好。那你又是谁？为何在这里？世家联盟弄的？对，就是那群畜生。我曾经20年前被世家联盟所伤，他们挑断了我每一寸的筋脉，是战尊救下了我，替我修复了身体。后来我才发现战尊从下界被世家联盟抓走后，我就潜入了这里，将战尊放走。结果被他们发现了，他们为了拷问打开藏书阁大门的方法，对我施以各种酷刑多年，将我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之后，就丢入了乱葬岗。后来我易了容貌，来到了世家联盟，成了里头的一个杂役。老人家，多谢你救下了战尊。你到底是谁？跟战尊有何关系呀？竟让战尊的桃花精灵追随于你？神主现9界王，之前你说的是这个预言吗？你很好，这个预言一定会成真的，而且很快成真，马上你就知道了。果真是神兽玄武，不过这玄武也太狼狈了吧！小子，你想杀本座？做梦！你既自己入了本座这片区域，你就休想离开。从今日起，你就与玄武一同关押在内，直到哪天你们都听了本座的话，都顺从了本座为止。玄武，本尊带你走。不，外面全是坏蛋，我不要跟任何人走。你的余下的3个小伙伴都已经找到了他们的主人，本尊带你前去找你命定的主人。我这个样子，去了要被他们嘲笑吧？你不愿意？屋主，您太暴力了。这小玄武分明是有些忐忑害怕，毕竟都被伤害成这样了。本尊保证替你治好身体，将你的东西归还给你，带你健健康康的去见你主人。你答应了？对了，本尊还不曾问你，你是什么性别，雌还是雄？罢了，你都快死了，先不纠结这问题了。若回头是雄的，
本尊替你再顺手动个刀子就是。刀子，啥刀子？公子，怎么？难不成你想带着玄武离开这里？别做梦了，连神兽玄武当初被困在这里，自己都出不去。你以为凭你就能离开此处？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这里逃离。或者你答应了本座的要求，本座现在就可以将你放出来，否则此结界来自醉仙岛，九界之人无人能够打开。你若能打开，那可才真是有鬼了。怎么会？醉仙岛的结界，世间无人能敌，甚至连曾经的青瑶神君都对醉仙岛赞不绝口不，怎会被这九界一个小小的人族所破？放肆！小小的人族，你可知本座来自何方？这无尽海域又归何人所管？你一个人族，敢与本座作对？本尊问你，20年前可有一个人族自此经过？小子，你若敢动我，整个醉仙岛不会饶了你！哼，若是小青神在此，定会替玄武报仇，千倍百倍的报仇。你怎么敢？你这个东西真是不听话。既如此，那本尊也只好让你吃点苦头了。现在记起来了吗？20年前可有人族自此经过，是否被你掳走？20年前，是有一个人经过了这里。他在何处？我是抓了他，但是他跑了。那个人太狡猾了，明明身受重伤，满身血肉模糊，都快死了，但是还不等我将他关押起来，他就已经逃跑了。逃跑之际，他甚至盗走了我宫殿内通往醉仙岛的令牌。那个男人实在是可恶。的确，战尊来过这里，他跑了。我都告诉你了，你该放了我。本尊的媳妇儿一定不喜欢你的存在。什么？你欺凌玄武，还想与我共度春宵？若让本尊的媳妇儿知道了，本尊媳妇儿要生气的。所以，你只能死。醉仙岛吗？那本尊可真要去会一会了。姑娘，你快出去瞧瞧吧，穆公子快要被人给打死了。你说什么？内堂的几个弟子竟然非要挑战穆公子，现在穆公子被他们围困住，已经被他们打得不行了。在哪里？带我去。穆少皇，你不是很能耐吗？不是天榜上第一之人吗？现在也不过如此。韩爷，你想做什么？穆少皇，我早就想跟你好好较量个高下了，不如趁此机会，咱们好好比一比。韩爷，你若想打，改日我们光明正大的来一场。今日我身子不适，如何对战？改日？怎么可能？穆少皇，你霸占本公子的第一位置许久，本公子早就看你不爽了。今日本公子定要打得你认输。另外，穆少皇，你已经与本少签下了生死契约，今日不打个生死胜负是不可能结束得了的。生死契约？韩爷，你卑鄙！生死契约，双方自愿。穆少皇，就你穆家还想加入世家联盟，还想与我们其余世家争夺资源？告诉你，做梦！韩公子干得漂亮！打败了这穆少皇，韩公子你便是天榜上名副其实的第一人。有着生死契约在，韩公子大胆去做，就算真死了，我们都替韩公子兜着，定无人敢问责。嘿嘿嘿，既生瑜，何生亮？穆少皇，你若怪，就只怪你穆家让你成为了天榜第一人，夺走了属于我的光辉。从今日起，天榜第一之人是我，再也没有你的存在了。你若敢动我分毫，我岳姐定不会饶了你，定会替我报仇。你岳姐不过就是一个女人而已，之前是我们懒得与她计较，你以为她当真能奈何得了我们世家联盟？岳姐，你总算来了，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不管的。闭嘴，没出息的东西！你不是堂堂天榜第一高手吗？怎么怂成这样？还不是因为有岳姐在，我就什么都不用忌惮了。岳姐说会护着我的。没出息！他，我罩着的，你们也敢动？岳姐，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患难见真情，果然如此。闭嘴！再说，我打爆你的头！我操，岳姐，你不能这么对我！韩公子，你在欺负我的人。岳姑娘弄错了，我怎么敢欺负你的人呢？今日是我跟穆公子在进行比试，众所周知，穆兄乃是天榜上第一之人，我不过区区排列第二，
我倾慕穆兄已久，一直想跟穆兄好好交手一番，今日终于寻到了机会，在此跟穆兄切磋。是啊，是啊，是这样吗？韩爷，你放屁！月姑娘若是不信，你可以看看，这是我与穆兄战斗之前的生死契约。诸位兄弟也都在此给我们见证了。只不过穆兄今天状态好像不是很好，才没几招就被我给打败了。哎，穆兄，这生死契约既然立下了，那咱们就得继续打下去，这是世家武堂的规矩。生死契约，是吗？对啊，必须要打。那是自然，生死契约，双方以鲜血印下的印记，若是不战，两人都是违叛誓约，将会受到天道责罚。月姐，我不知道啊，是群人使诈，这群人诈我。行了，别丢人了。既然签下了生死契约，那就战吧。月姐，我战不了，我中了他们的计，我喝了一杯酒，浑身没力了。不，你可以。少皇，你必须去打。你所代表的是穆家，更何况这生死契约的立下也怨不得别人，是你自己犯蠢，轻信了别人，这是你自己犯的错误。月姐说的对，是我做错了，我太得意忘形了。人总要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代价的，更何况你是穆家的少主，我不过只是你们穆家的一个过客，我是不可能一直留在这里，不可能一直给你撑腰的。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自己的生死契约自己打，自己闯的祸要自己去解决，知道了吗？我知道了，月姐，我知道错了，你说的对，我都听你的。既然是武堂的规则，我们断不可违背。韩公子，穆少皇现在也已经答应了，那就可以开始了。月姑娘这么做，分明是在向我投诚。也是，我韩家到底是南天界的第一大家族，韩家率领的世家联盟可是南天界内各大势力之首，如此实力，甚至可跟南天界主平起平坐。而我韩野势必会承袭父亲的家主之位的。月姑娘，我懂你的意思了，你放心，我记住你了。等此战结束，我会让你心想事成。正好，我韩家还缺一个少夫人呢。既然开始了，那就打吧，狠狠的打。是啊，月姐，你放心，我才不会输给他。在月姐面前，我绝对不能输，绝对不能让月姐输了面子。明明穆少皇已经中了毒，怎么会突然这般虎虎生威了？而韩野也好像被打得一直处于下风，很快就被打得鼻青脸肿，毫无招架之力。韩野，就凭你还想打过老子？就凭你还想让我月姐做你家少奶奶？韩野，我看你屁股比脸都干净，不要脸呀！穆少皇，你好大的胆子，你敢殴打韩少爷！生死契约，任何人不得参与，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怎么？莫非你们也想违背武堂规则？混账东西，你们在干什么？简直胡闹！父亲救我！穆少皇疯了，他想杀我！混账小子，胆敢动我儿！你穆家虽然刚加入了世家联盟，却也容不得你在这里如此放肆。身为世家联盟之首，韩家主不问青红皂白就要出手吗？世家联盟禁止斗殴，我所看到的便是穆少皇要杀了韩野。在穆家加入世家联盟之前，联盟之内大家一直相安无事。放屁！明明是你们自己立下的生死契约。生死契约？胡说八道，这不可能！即便真有，也不可能奏效。火镜不知，世家联盟的规矩是说改就改的。薛姑娘，你有所不知，世家联盟之内禁止私自打斗，更何况，即便真的有生死契约，也只有在生死台上的才算。世家联盟之首的风范，今日我算是见识到了。你们两个毛头小子，胡乱立什么生死契约，都是儿戏。本就不作数，生死契约需在生死台对垒，脱离了生死台的一切生死契约都是无效的。对，无效的。穆少皇，今日的做不得数，今日我状态不佳，我要跟你挑战，在世家大比之上，我要与你生死台上一战。好，你说的世家大比上，生死台不战不休。韩家主，你可听到了？这一次，我们不是胡来了。那就如你们所言，世家大比上，你们二人在进行比试，如何？月姑娘，现在你可满意？你们说了算。不过这世家大比是什么时候？我们正在商议此事，确定了世家大比就在半个月后进行。好了，月姑娘，诸位，那大伙儿就都回去好好准备吧。小山，这可是韩家最引以为豪的东西啊，怎么就变成这样了？我之所以能够号召世家联盟，便是有要山的筹码在此。
如今没了药山，韩家日后还如何在世家联盟跟前立足啊？这才只是开始。穆兄，去帮我办个事儿，将药山被毁的消息散播出去，让南天界的人都知道，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好，月姐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端端的药山怎么就被毁了？我方才也去查探过了，远远的看着整个药山之上，所有的灵药全都枯竭，好像是一夕之间全变成了枯草。该死，我们之前可是投了不少钱在这药山上，如今药山被毁，那我们的钱可怎么办？是啊，我们的钱岂不是打水漂了？那可如何是好啊？如何？药山可还有救？到底出了什么事？这药山不是青瑶神君当年赠予的吗？薛家主，小的前去探查过了，从前这药山上覆盖着一层灵力，但不知怎地，那灵力突然之间就消散不见了。现在南天界所有的人都得知此事，那外头众人所言是青瑶神君留下来的力量不见了，这药山完了呀！青瑶神君的力量用完了，难道当真这般？又或许是韩家做了什么事情，惹怒了远在千万里之外的青瑶神君。韩兄，这药山的事情我们已经都知道了，不过你别太当回事儿，无非是青瑶神君留下来的那道力量消失了，药山从此不复存在了。定是有人使坏。韩兄，这上午药山还好好的，就一眨眼的功夫，药山就变成了这样，怎么会有人使坏？你就接受现实吧。对了，韩兄，既然药山现在不在了，我们当初交给你的那些费用，就退回给我们吧。药山此事想来应当是个意外，诸位无需这么担心。韩兄，若你不将费用退还，这即将到来的世家比武也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我们拥立你韩家为首，也可拥立他人。而且韩兄，韩爷与穆家立下了生死契约，世家比势在即，就是不知若是我们现在去支持穆家，韩世侄到时候会不会失败？你们在威胁我？韩兄说笑了，我们当然不可能威胁您了，只是亲兄弟要明算账。好，3天之内我给你们答复，若是药山不恢复，我将你们当日给的全都归还。家主，外头有人求见，称可解您的燃眉之急，能帮您凑到钱财，交给6大世家。快请，快请！早就听闻世家联盟之首韩家主的大名了，今日一来韩家，果真名不虚传，实在是气派得很。阁下似乎眼生得很。我在9界四处游历，今日恰巧路经此处，无意看到了你家药山，所以来此看看。阁下如何称呼？陈。原来是陈公子。陈公子莫非知道我韩家现在的处境？自然。你家药山突然变成了一片废墟，其余6大世家想让你归还钱财，可是如此。那陈公子，您觉得该怎么做？那药山虽然已经是一片废山了，不过我倒是喜欢得很，我也算与你韩家有点缘分，愿意帮你们一把。若不然，我就勉为其难将药山买下。看来是在下唐突了。原本我还想着2个亿或许能够买下这座山，现在看来是我太荒唐了。韩家主，既如此，那先告辞了。2个亿？若是有了这2个亿，可救我韩家燃眉之急啊！陈公子，留步。万事好说，还没请教阁下，买了这药山是准备做什么？没什么，我只是觉得这山很合眼缘，再加上它的地理位置极佳，偏巧我懂一些风水之术，觉得这座山最适合用来安葬亡灵，想留给我认识的一些长辈们用来做陵墓。怎么，韩家主莫不是不知道这座山的风水实则不适合用来种药？的确如此。若不然，我再加点价，您看2亿5千万，我买了那座山，如何？行，既然陈公子看中了这座山，我也不好负了陈公子的这片孝心。2亿5千万，我愿意将这座山出售给你。这是定金。陈公子实乃老夫的贵人，实乃是老夫的贵人啊！陈公子，药山到了，您准备怎么交易？趁着今日大伙都在，就在此立下血据，一手交钱，一手交山，如何？血据？韩家主是有什么忌惮吗？在下从前买别的山的时候都是这么做的。若你实在有顾虑，那……好，就依着陈公子所言。好，记好了，这山上的一切以后都归我所有。公子，血据已经立下，只要签署了，我们之间的交易就达成了。这座山
是我准备埋葬几颗人头的地方。陈公子，这座山以后就是你的了。好，昨日已经交付定金，余下的费用，本公子一会儿派人送到府上了。韩家主，快看，那还有一株活着的药材。看来是这药材生长得太隐蔽了。韩家主，没想到这座药山是个宝啊！我手中这株药材乃是万年份的灵芝，它在这里吸收了山上所有的灵气，导致其余的药材枯死。原来只要将它摘下，其余的药材就全都恢复了。韩家主，这药山实在是宝啊！小子，从我韩家药山上滚下去，否则今日老子要了你的命！是吗？堂堂韩家家主，8大世家之首，却背信弃义，就不怕被天下人耻笑？谁敢？我堂堂8大世家之首，谁敢耻笑我韩家？我定杀他片甲不留！上秒钟说的话，下一秒就忘。怎么，你就不怕被天道惩罚？不怕自己被反噬？天道，在这8大世家之中，老子就是天道！放肆！胆敢冒充本天道的名讳，该死！韩家主，时间差不多了，你自己好好的选择。天道大人教训的极是，的确是我方才一时考虑不周，一时之间糊涂了。陈公子，我们的字据已经立下，咱们的买卖交易既已达成，这座山自然是你的了。好，韩家主，尾款在下马上会送到府上。好了，既然如此，诸位一同下山吧。家主啊，您回来了。陈公子方才派人来将尾款全部送到，家主太好了，这一下子咱们6大世家的赔偿金就不用担心了。滚开！你个蠢货！都是你们将这小子领进了家门，害得我韩家被如此戏耍！该死！该死！怎么会这样？混账！是不是你同那小子里应外合？家主，奴才没有仔细清点，奴才想着，毕竟家主您都很信任他了，而且您今日与那公子一直在一起啊。查，仔细探查，那小子到底从哪里来？我要那小子的全部资料，我要他死！是。哥哥，我来晚了。冰云，您总算来了。姑姑，好了，姑姑什么都知道了，你们只管放心。今日有姑姑在，定会给你们讨个公道。此乃腾飞大帝。腾飞大帝，未曾想您会出现在此。本座也是顺道经过，恰巧曾经本座欠了冰云夫人一个恩情，所以今日特地来此，给她一个面子。腾飞大帝，您之前答应过我的，可还作数？自然，他就是你之前所说的那位天资卓越的侄儿。正是。听闻你一会儿有一场生死比试，本座期待你的表现。等你生死比试完毕，本座会昭告天下人，你便是本座的弟子了。多谢大帝，多谢大帝。那是何人？竟能请得动大帝前来？冰云夫人那是韩家主的胞妹，也是如今南天界主的夫人。没想到她竟结识了腾飞大帝啊！腾飞大帝，何许人也？这是从前九界一个很厉害的高手。九界这么多年来，一共出现了3位大帝，一个先帝。盘蛇先帝。不错，盘蛇先帝是他们之中最厉害的。这3位大帝亦都是出自他的门下。不过那盘蛇先帝早已经陨落了。有意思。有啥意思呀，月姐？腾飞大帝都来了，要认韩野为弟子了，我是不是完了？不会，就用我给你改良的招数，你输不了。另外，这腾飞大帝的眼光应该不会那么差。好。月姐，趁着比试还没开始，要不咱俩再过招？也好。穆少皇何在？穆少皇何在？莫非穆少皇怕了？毕竟我可即将成为腾飞大帝的弟子啊！急什么？这不是时间还没到吗？小子，你若现在认输，一会儿或许我会给你留个体面。你也看到了，我即将是腾飞大帝的弟子，如今我的地位不是你比得上的。啊，吵死了！要打快打，我月姐还等着我去喝酒。穆少皇，你敢动我？哼，蠢货，生死牌我不动你动谁？难道动我自己吗？冰云夫人，这另外那个小子是何人呢？腾飞大帝，他来自穆家，是8大世家排行最末家族的少年。哦，这小子看着资质不错呀。不错是不错，
但是穆家品行低劣。哦，不过这少年出招的手法倒是有些眼熟，恍惚间让我想到了很久前的一位故人呢。穆家不过是欺世盗名之辈，这么多年来，他们使出了很多手段，得到了别的家族的功法精髓，凭借肮脏手段爬上了南天界世家之首。原来如此，我就说我那位故人的功法怎么会出现在他的身上？大帝，断不可让那小子赢啊！放心，有本大帝在，还容不得下方之人猖狂。是谁？愚蠢之辈，竟在此随意破坏规则。眼前是生死台比试，也是你插得了手的。阁下到底是何人？想做什么？哼，本座最看不得世间不公正之事。腾飞大帝，本座奉劝你，休要插手他人之事，否则休怪本座不客气。但是这生死擂台上有我认定的弟子，眼下我的弟子正在受欺负。你的弟子？你是说那个被打的小子吗？腾飞大帝啊，腾飞大帝，亏你实力卓绝，修炼到了大帝境地，原来也不过如此。生死台，生死战，本就是二人提前达成了协议，若是不敢打，何必上台？另外，本座倒是觉得那个被打的小子活该，他是自讨苦吃。阁下，我不懂您的意思。依本座看，你若收弟子，倒不如收另外一个小子，那小子的资质可强多了。腾飞大帝，本座言尽于此，你看着办吧。还有，本座今日出现在此的事情乃是机密，你若敢对外泄露半分，莫说你是大帝了，即便修炼至仙帝、天帝，本座也定将你碎尸万段。记好了，不可告诉任何人本座出现在此的消息。我知道，这位老祖果真是行事低调，难怪外面众人都以为他早死了呢。大帝，您看，生死台、生死战，各凭本事，我等皆是外人，不好掺和。大帝，言儿可是你即将要收的弟子啊，你怎么能不帮他呢？腾飞大帝之前明明已经被我劝说成功了，现在怎么会突然改变了想法？金凤传承的力量啊，我竟有幸在此见到。虽说传说之中拥有金凤力量的那位老祖因为喝酒喝死了，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死法太过奇葩，不少人私底下议论那位老祖或许是找了个借口归隐山林，不问世事罢了。既是生死台，便有生死命，更何况本座还没有正式收他为弟子，一切等比试结束再看吧。可是，大帝，您之前答应过我。冰云夫人，你在威胁本座？不敢。那就好，看比赛吧。狗东西，之前还想消消我月姐，你也不看看自己是哪根葱！狗东西，滚下去吧！少皇，小心啊！穆少皇，我说过，你赢不了我的，你赢不了我的！穆少皇，你去死吧！今日我们是生死约，我们不死不休，等你死了，一切就结束了。韩宇，看来是我太仁慈了，还想留你一命。既如此，那休怪我不客气了。穆少皇，你现在的力量不是我的对手，你打不过我的。我呸！竟使些下三滥手段的东西，就你，小爷我还不放在眼中。穆少皇，生死战该结束了，你玩完了。这不可能！我就说，战尊留下的功法，只要能够钻研个7、8分，对付这韩野，绝对是绰绰有余的。穆少皇，你放开我！你怎敢这么动我？生死台，生死约，你说的不死不休，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韩野，我宁愿念着我们同出8大世家，想留你一命，是你逼迫我到这个地步的。愿赌服输，既是生死之战，本座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腾飞大帝，你之前说要收我为徒弟啊！方才是本座识人不清，韩野是吗？你当着本座的面在生死擂台上作弊，通过旁门左道来提升力量，实在是让本座失望到了极致。本大帝宣布，无论你是生是死，你以及你整个韩家的人，永远都不可能成为本大帝的弟子。穆家小子，这是生死之战，直接动手，莫慌。本大帝今日在此见证了这一切，没人会问责于你，也没有人敢。莫哥哥，我们从那漩涡出来了，
这里是哪里？是九界吗？小莫哥哥，我好像感觉到娘亲的气息了，娘亲肯定就在不远之处。叔叔，这里是哪里呀？你们在干什么？小公子，这是南天界啊！你们年纪小不知道，世家联盟结束了对南天界小家族的压榨，大伙儿正在庆祝呢。南天界，世家联盟。是啊，这一切都得感谢穆家，穆家成为了世家联盟首领，从此我们都有好日子过了。那这穆家真的很不错哦。那是自然，毕竟是腾飞大帝都看中的家族，怎会是等闲之辈？不过说到穆家，最感谢的应该还是月姑娘，若非是她代表穆家闯入了联盟测试，也不会有今日的局面。月姑娘，那是何人？是不是长得天下第一好看、第一厉害的那个女子？你们两个小家伙才多大就知道好看了，赶紧回去歇着吧。大叔，那你知道哪里能见到月姑娘吗？哪里能见到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穆家马上要举办宴会了，那位月姑娘一定会出现的。这么快就返程了？主上，看来您交代的任务，左护法已经前去完成了。若能抓住那两个孩子，定然能控制住月清晨。恭喜主上，贺喜主上！等了这么多年，主上终于能够得偿所愿了。只要能够拿到了金凤传承，一切就都结束了，就都解决了。怎么了，主上？失败了。什么？他死了。那怎么办？说不然让属下前去。不必非要那两个孩子出现。去，随便抓两个5、6岁身形相当的男童过来。本君所要的不过是激怒月清晨，让他的神魂沦陷，让他能够为本君所用罢了。那两个孩童对本君无用。20年前你们抓了本渊。大帝，您有所不知啊，神域的神主乃是一个奸淫掳掠之辈啊，我们实在是看不惯，所以前去抓获了他。胡说八道！腾飞大帝，若你还关乎九界安危，请你莫要插手此事。若你非要干预，那休怪我们不客气了。混账东西，尔等敢！你们好大的胆子！这是南天界的守卫，你们竟随意调遣！如此气息，像极了那传说之中的黑暗邪气。可是这怎么可能呢？腾飞大帝，方才我已经给过你机会，是你自己不珍惜。腾飞大帝，穆少皇，你们师徒2人方才出言侮辱我宁家，侮辱我，我定要你们2人付出代价。月清晨，这件事与你无关，你最好不要插手。月清晨，你到底要干什么？不是要成为大帝吗？倒是成一个我看看啊！不是要找神主吗？现在我到了你们跟前了，来呀！月清晨，你才是那位神主。是啊，都是我。杀得好啊！世家联盟原来是这种无耻肮脏之辈，就该杀。月姑娘，放了我们！只要你放了我们，我们便对你唯命是从。是吗？薛家主，你想跟随我？看你表现。薛家主，当年你们是怎么割月战尊的血肉的？如法炮制，不能有任何偏差。表现得好了，我便会放了你。月姑娘，你是谁呀？我叫月清晨，月战尊的月。开始剥离，月姑娘，月家。主上承不起我。你虽然神魂未曾沉沦，但是力量却被透支的差不多了，现在就好办得多了。家业，我知道是你，一个不要脸的东西，跟了本尊这么久，还鬼鬼祟祟的不肯露脸，怎么，莫不是怕被老娘再弄死你一条狗命？老娘能杀你2次，定能杀你第3次、第4次。月清晨，你胆敢辱骂主上，诸位开搏！月家，你怎么办？怎么办呀？金凤血脉、神龙血脉、黑暗邪殿，传说之中最厉害的几种力量，如今已在这里聚集了3种。龙主人，你终于来了！我家主人受伤了，本尊弄死你们！快杀了这个男人！快摆阵！这个男人竟随手就破开了黑暗邪气，破开了锁凤阵，随手就杀了这么多人。是你将他伤成这般，去杀了这群贱民，一个一个杀，一个不留。除非这个男人主动认输，主动给我们让道。本尊在此，你觉得你能在本尊的眼皮子底下再伤一个人？小子，黑暗邪殿的力量是你无法想象得到的。若不想他们死，那你无主莫急，有吾在此。这群小小之辈无法再出手，吾主想做什么，那就放手去做吧。
这么想去死，本尊送你一把。龙思觉，你不是要救这群人吗？好啊，去救啊！本君就不信本君奈何不了。龙思觉，本君倒是想要看看现在你该如何自处。你不是视岳清晨如命吗？这群人都是岳清晨的朋友，若是让他们前去拨开了岳清晨的血脉，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好个卑鄙的黑暗邪殿，竟用这群人来对付主人，气死我了！要是让我见那个黑暗邪君，一定要狠狠啄死那玩意儿！今日有我们在，这群东西休想靠近美人娘亲！眼下我唯有将这群人身体内的黑暗邪气抽出，否则无论是什么结果，不过都是两败俱伤，不过都是让黑暗邪君得逞罢了。彻底结束了。神主现九界王，果真如本大师所预言。阁下，是我当初的大意，但是请你告诉倾城姑娘，往后凡事需要谨慎。这一关我替她过了，我种下的因，自然该由我结束这个国。金凤现世，天下合一，这是本大师此生最后的一个预言。出来，滚出来！既然这么厉害，出来与本尊一战。也好，神龙之主，许久不见，你总算肯现身了。不曾想多年不见，还能见到曾经的故人，竟然是你！龙思觉，我早就想与你一较高下。家业，你3番5次动本尊女人，是该做个了断了。竟然动了君的坐骑，本尊连你都要杀了，更何况只是区一个畜生。数万年前你们能被风清瑶弄死，现如今也能被本君弄死。小小元素之力，是那咒语，是从前专门用以对付龙族血脉的咒语。神龙之主，可是觉得这咒语十分耳熟。多年之前，你为了助风清清轮回转世，非但放光了自己的鲜血做事，更是承受了生生世世的诅咒。不许动我娘亲跟哥哥，不许！小主人，快让开啊！为什么你们要来啊？小子，你在命令我，有本事再说一遍。不许动我娘亲，否则我对你不客气。臭小子，如此狂傲，比你娘跟爹还狂。也罢，小子，你若不让开，本君便从你开刀。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哦，我数到3，你若不将我娘跟我爹爹放下，小心我打你的哦。这孩子到底年纪太小，虽然小年纪天资卓绝又如何，却是个脑子不好使的。1、2、3。什么？怎么可能？怎么会？叔叔，我都提醒过你了，可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是不是你也把我当成3岁的小孩了呀？不可能！太牛逼了！师傅，你看到了吗？那是我的2个贤侄耶！我的贤侄就是厉害！师傅，你说我家侄儿怎么这么厉害呢？大侄子，赶紧的，干翻这个狗东西！小爷，够了，可以了。不行哦，爹爹，他刚刚在欺负爹爹跟娘亲，还想欺负哥哥，不能让他欺负你们。叔叔，我说了，我会打你的。你把我爹爹娘亲害成了这个样子，你说我该怎么对付你呢？邪元灵体，风清清，神龙之主啊！你们这么多年来一直与我黑暗邪殿作对，何曾想到自己竟然也生出了邪元灵体，生出了个怪物！你说什么？小家伙，你不该与我对抗，我们是一路人啊！我们胡说八道，我跟你才不是一路人，我是娘亲的月小叶，是娘亲的好宝宝。小家伙，你喜欢吸收邪气对不对？那本君就让你吸个够。小家伙，不用感谢本君。弟，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哦，又是一个天龙血脉，还是先天圣体。神龙之主，你就看着吧，你的女人与你的孩子，一个一个，今日全都是本君的手下败将。爹爹跟我娘亲一定能打败你，你等着，你等着。本君等着，也许下辈子他才能动得了本君了。不可能，诅咒竟被他冲破了，还有月星辰，他竟然直接突破了。
不，神龙之主，你滚开，否则本君对你不客气。这么爱念咒语，本尊撕烂了你的嘴！你好大的胆子！你该死！你侵入清晨，动本尊的儿子，该死！你想清楚了，你若杀了本君，你与你儿子的诅咒，此生将会无解。诅咒，本尊有法子破解，而你去死吧！这玩意儿竟然还想要逃离！放开本君！放开！家业，上次是我大意，让你舍弃一条命逃走了，这一次不会了，余下的4条命就让我一条一条的摧毁吧。风青青，你若是杀了本君，你会不知道你儿子的秘密，还有神龙之主的诅咒，还有当年你在谦虚封家的一些事情。狗东西，还想继续威胁本尊？什么秘密，什么诅咒，本尊自己可以解决，无需你区区一个蛆虫相助。老祖宗，不愧是老祖宗啊！娘亲，没事了，都过去了。娘亲，我又失控了。没有，你方才做得很棒。可是我好像记得那个人喊我是怪物。他自己才是怪物，坏蛋说的话不可信。小叶，是你的出现让那坏蛋有了弱点，你是今日功劳最大的小英雄，若不是你，那个坏蛋今日很难斩杀掉。真的吗？是的，小叶弟弟，今天可真多亏了你，你真的很棒，不愧是我的弟弟，真是爹爹与娘亲的好儿子。太好了，我是小英雄。唐飞，早就听闻你此番出去是收了个徒儿，莫不是就是这2个奶娃娃？你来做什么？师傅所说的弟子是我。哦，你？唐飞啊，唐飞，你兴师动众前往9界，不过只寻了个这样的人，本座都被逗乐了。就是不知这小子能否经得住本座一拳呢？玉山，你休要过分。不过只是一个刚到圣者的小子，跟2个奶娃娃也能踏入醉仙岛，简直笑死我们了。虽然我们也觉得穆少皇傻兮兮的，但是穆少皇可是我娘亲的小弟呀！这个坏蛋竟然敢在这里看不起娘亲的小弟，哼，该罚！师傅，我不行了，师傅，我闭不上嘴巴，无法停止笑声了。我也是，师傅，怎么办啊？混账！你们都做了些什么？不是你们说要笑死的吗？啊，看来你们得偿所愿了。唐飞，你好大的胆子，胆敢如此放肆！莫要忘了，当年你的师傅可是本座师傅的手下败将，如今地门的门主乃是本座的师傅。玉山呐，我若是你，现在就从这里滚回去，小心你2个弟子真会笑死。师傅，这里好邪门，我们走。我们快回去找解决的方法，快！唐飞，你且等着，本座知道你找这个徒弟是为了新任门主之争，本座倒是要看看尔等这群手下败将能翻出什么花来。好啊，那就走着瞧。第2篇喽，小莫哥哥，明天我们就可以见到娘亲了。小叶弟弟，白天你给那些坏蛋下的是什么毒啊？是我新研制的毒，会放大人的情绪，让他们中毒时的情绪停不下来。之前那些坏蛋不是在嘲讽我们吗？所以他们就只能一直大笑了。我竟一直都不知道，原来小叶弟弟已经成长到这么厉害的地步了，能够操控人的情绪，这只怕顶级的丹圣甚至娘亲或许都做不到吧。不过也只能存在3天而已，3天过后毒素就自动消散了。敢得罪玉山大帝，活该！小叶弟弟，没想到我们离开了神域，也能有机会来好好历练。太好了，这么多魔兽，看着好像品级很高的样子，咱们总算可以打个尽兴了。咦，躲在那里听讲讲的叔叔，别着急走呀，我们还等着请你吃蛇肉呢。放手！你们放手！啊，叔叔，别着急走呀，送了这么多蛇，我们怎么能独自享用？小木哥哥，要不我们先做红烧蛇吧？嘿嘿，好。我警告你们，我可是玉山大帝的人，你们敢动我，就是与玉山大帝为敌。玉山大帝呀，他想做什么？只是教训一下你们，玉山大帝让我在这里看守着，并不曾想要你们的命啊。玉山大帝特地让我在这里等着，等你们被魔蛇吓得屁滚尿流的时候，再遣走魔蛇。哦，是吗？那我就将这蛇肉打包送给玉山大帝吧。小子，你们好大的胆子！老爷爷，你喜不喜欢我们送给你的礼物呀？小兔崽子，胆敢来本座地盘放肆！老爷爷，
你要是再往前几步，你就要吐血了。我提醒过你了。小子，你们到底是谁？小子，给你们一个机会，只要你们改邪归正，不再跟着腾飞，我便不与你们计较今日之事。奶娃娃，别跟着腾飞大帝了，以后跟着本座如何？腾飞大帝此人心胸狭窄，你们跟着他不会有好下场的。他是好人。好人？狗屁！你们可知当年他的师傅被我师傅打败后躲了起来，腾飞大帝便在外头散布谣言，称是我师傅使了下作的手段。如此毒辣之人，实在是枉为人，枉登大帝之境。老爷爷，会不会你被你师傅骗了？不可能，我师傅乃是一介先帝，怎会说谎？尤其是我的师傅啊，那可是青瑶神君的得力助手。算了，我们只是在这里等爹娘，等爹爹娘亲来了再说哦。你们爹娘？当然了，我们爹娘是天底下最厉害之人。好，本大帝相信你爹娘一定能明辨是非的。不早了，先回去休息吧。对了，老爷爷，你知道岳战尊吗？不好，有外族来犯！臭小子，你们赶紧先回去。老爷爷，外头的是坏蛋吗？是，所以小兔崽子别乱出去，要是出事了，腾飞那老东西又要污蔑本座了。罗刹族，罗刹一族有很多种族，从前都是存在大虚境的，不过万年之前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全都被从大虚境驱赶。大虚境的，难道是那个吃人的老祖宗所在的地方？应当是。那这罗刹门肯定很厉害，腾飞爷爷跟这个坏蛋老爷爷会不会真的打不过他们？放心，一定不会有事。莫哥哥，腾飞爷爷要死了！坏蛋爷爷，快用我方才给你的东西，用我方才给你的东西呀！用那东西可以杀了那群坏人。地门内几时藏了这么厉害的小家伙？若是能够被我罗刹族吸入，被我罗刹族炼化，我罗刹族的力量定能再进一步。谁？是谁？好大的胆子！我乃罗刹一族，尔等何人，胆敢对我罗刹一族动手？哼，罗刹一族，小小的罗刹一族罢了，如今竟敢欺负到你祖宗地盘了。到底是什么人，竟然敢在此处故弄玄虚？金凤老祖早已不在了。罗刹一族，本尊已经在此告诫过尔等了，尔等竟敢忤逆本尊，罢也罢。真的是那个金凤老祖！完了，金凤老祖真的出现了。若是愿意听从本尊的话，那便放下武器，本尊或者愿意饶尔等一命。记好了，这地门乃是本尊罩着的，若尔等日后胆敢再来犯地门，再与地门作对，不安分守己，本尊定灭你罗刹满门。小莫哥哥，这是风青青老祖宗，快，小莫哥哥，我们快回去睡觉。风青青老祖宗最喜欢在晚上吃夜里不睡觉的小孩。啊，娘亲，娘亲，我不是在做梦吗？娘亲来晚了。不晚，娘亲太棒了，说好3天就来，真的就已经到了。娘亲不会骗你们的。对了，娘亲，昨天晚上我们差点碰到那个吃人的老祖宗了，他的声音好沙哑，好可怕。不过他没有露脸，他的样子一定跟他的声音一样，特别恐怖。是的，娘亲。不过娘亲放心，我们不会让那个老祖宗对我们下手的。也许那个老祖宗并不那么恐怖。不可能，他连脸都不肯露，肯定是个丑八怪。也许跟你娘我长得挺像的呢。这更加不可能了，我家娘亲天下第一美，那个吃人的老祖宗给我娘亲端茶倒水都不配的。这2个孩子呀，到底还是太年轻了呀。就在这时，一阵纷乱脚步传来。喂，他们在那儿！去，把这些人都抓住！你们不能欺压百姓！放下刀！我跟你们拼了！那军士挥刀就砍，络腮胡连反应都没有，就被一刀背踢翻在地。小爷爷，我今天要把你的脑子打开！嘿呀！哐哐哐，一顿暴击都不带停的，逃不了，打不过，不如装死吧。江嫂子，别怪我没提前通个劲儿啊！一棚里杂工来来去去的太多，总有管不住嘴的，不得不防。前几次就想把这些人找出来，可谁也不想承认。现在只好借嫂子做由头，把这些蛆虫抓出来，以后徐家村也能清静一些。江嫂子不会怨恨我这个大老粗吧？张军头是这里的头，当然可以自行安排。好了，赶紧处理好，山上还有人头。张师长，山上怎么了？什么人头？山上怎么了？
现在要查一棚里那些杂工简单，但流民里还藏着匪徒，我们是要剿匪。这里4个就是匪徒，山上那些不清楚底细的流民里还有。放心吧，山上已经派人上去了，会照顾好你家人的。春风嫂子，我是被人拦回来的。你们几个年轻人走，马上走，躲起来。这次把大柱也带上。爷，爷，要是有危险，我们就一起走。让你们走就走，除去巫婆什么都别带。二瑞，叔爷求你，大柱一家子就托付给你，无论看见什么听到什么都不许回来，听到没有？老头子，会是啥事儿啊？流民上来了，还有当兵的，我什么都不怕，就怕遇上杀良冒功，东西抢了不打紧，只要孩子们走了，我们2个老东西的白发脑袋别人看不上。我是个老实人，不做那不老实的事儿。你们要是被打了，可不能怪我勾搭你。带他们往上走。军爷，要是上面的人出事，跟我可没关系啊。你做你的，张军头他们马上就要到了，会奖励你。真的，可不能骗我这个老实人呐。不骗你。娘嘞，人家都破粪皮准备种麦子了。这泼粪的手不稳不均匀，没有泼成山，反而泼了一个狗杂尿。这地成我的呀，就再泼后些地才肥，还要种上豌豆，肥地过年时还能吃嫩嫩的豌豆尖儿。这些流民用淳朴口吻安排别人的财产，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快来救我！衙下的小院里，老头子，是我们的大红，人都活不成了，想他干啥？这鸡是我的，这鸡是我的。哎，你们这些狗东西！哎，你们这些祸害！这是我家的鸡，赶快给我放手！去你的，死老婆子！这些鸡算是个啥？你的房子都是我的。再不滚开，老子踢死你！小子，停手！本座答应你，认你为主，可以了吗？真的，我不喜欢强人所难哦，你可千万不要勉强。见了鬼了，这小子竟然这么厉害，甚至还能吸收天地元气。当然，一切都是本座自愿，是本座心甘情愿的。那你会跟我契约的哦。我就说你在勉强。罢了，娘亲说了，若是不为己用，只有杀之。不，本座愿意。这小家伙如此厉害，我若是契约了他，倒也不算亏。最重要的是可以保命啊！爹爹娘亲，我也有龙了。爹爹有神龙，小莫哥哥有天龙，我有烛龙。我终于可以跟爹爹哥哥一起保护娘亲了呢。主人，我的身体恢复如常了。是呀，你已经是我的契约兽了，所以我就替你修复了。还有那些矿石似乎能够让你变得更厉害。既然你已经是我的契约兽了，那些力量我会还给你的哦。早知道方才还打哪门子的架，之前在他们抵达这里的时候，我就直接去抱大腿不就行了吗？真是失策。小怪兽，主人，有事您吩咐。那是我爹我娘。我知道。所以以后见到我爹娘的兽兽，千万不能对他们不尊敬，不要乱了辈分哦。辈分？可是我们同属天地十兽啊。小怪兽，你不听我的话吗？你要是让我生气的话，后果很严重哦。放心吧，主人，我一定不会乱了辈分了。以后我就喊你爹娘祖宗，他们就是我祖宗。怎么样，祖宗，可以吗？你随意。祖宗听着跟那个吃人的老祖宗的名字有点相似，不过只要娘亲喜欢，一切都行。小猪龙，快喊声大爷听听，喊声姨。实在不行，喊声哥哥也好。耻辱，实在是耻辱啊！我这一生的英名是彻底的毁了。猪龙，你也有今天。这就是你识人不清的代价。猪龙，你为何会落到此处？说来话长，当年在神龙之主跟神龙消失之后，龙族突然遭受了一道奇怪的诅咒，我就莫名其妙的被困在了此处，怎么也不得脱身。诅咒？可知是谁做的？每次那道诅咒出现，龙大的神龙之力便会被禁锢住，再也无法使出。不知。罢了，先回去吧。爹爹，小叶弟弟他……小莫，去守着院子，莫让任何人踏入。这个院子分明是有结界护着的，不可能有外人到来。爹爹这样做，定是要支开我。出来！哎呦，别催了，别催了，爹爹，我好疼啊！别瞎认爹，
你根本不是小叶。哼哼，看来我果真没有选错人。这小家伙呀，实在是来路不凡呀，连爹娘都这么厉害。哎呀呀，别催了，再催就要出事了。什么鬼东西？从本尊儿子身体中滚出去！可是不行啊，我出不来啊。你到底是谁？我不会伤害他的，我都跟着他一起生活了将近6年了，一直不都相安无事嘛。以后也让我们相安无事的相处，不好吗？将近6年，也就是说，从他出生起就已经在小叶的体内了。此道气息太过隐秘，这么多年来，甚至连岳清晨都未曾发现了他。说清楚！我就是邪元灵根的气息呀。这小家伙，当年在他娘被剖开肚子丢下山崖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快没气儿了。是我恰好进入了他的体内，这才让他能安然无恙的被生了下来。你想干什么？我当时觉得你儿子的体质很不错，就顺势钻了进去。我们这么多年和平共处，一同强大。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你看，小家伙将我滋养的多好啊！你竟将他当作滋养你的载体，还妄想夺走他的身体，你该死！你想清楚了哦，你要是把我逼迫出来，你儿子就会成为一个废人了。本尊不将你抽出，但是本尊却可以炼化了你，让你与他的身躯彻底融合。你又来真的？你妄图操纵本尊儿子躯体，你不该存在。我是你儿子的救命恩人。不，你们只不过是互相成就罢了。当年若非是有小叶的身躯，你邪元灵根也早已经不复存在了。你们谁都不欠谁的。你若是融化了我，并不见得是好事。邪元灵体很麻烦的，你根本不知道到底有什么样的存在觊觎着邪元灵体。有再多的麻烦，有本尊兜着。至于你，对于小叶而言，才是真正的麻烦。不要炼化我，只要你不炼化我，我以后就乖乖的待在这里，以后再也不会出来蹦的。我愿意乖乖顺从小叶，我发誓永远不会与他再抢力量，他的身躯永远都是他的，我还能掩藏气息，不让任何人发觉我的存在，就不会招惹到麻烦了。好，如你所言，立誓，他为主，你为仆。好，我答应你。娘亲，娘亲出来了。玉姑娘，您这么快就出来了，可有什么收获？听闻这天机堂内尽是好宝物啊！哼，偌大的种族取出宝物，只为了与血族第一美人共度光阴，简直是荒唐。只怕如今的天机堂早已变了味儿了。这是何意啊？宝物没找到，不过收获还算可以。娘亲，他是谁啊？他从天机堂内与我一同出来，从此往后他也跟着我，算是娘亲很好的朋友。是娘亲的朋友呀。姨姨，你疼吗？你叫我什么？你是娘亲的朋友，所以我们该喊你一声姨姨。如若青青与清玄还在，他们应当也已经成婚了。青青与那个神秘的神龙之主，清玄与他的心上人，他们的孩子也该是唤我一声姨母的，一如这2个孩子一般。姨姨，你怎么了？不开心了吗？是不是我们惹你不开心了？对不起，姨姨，是我们戳中了你的伤心事了。没有，你们没有惹我不开心，我只是太激动了。你们是清晨的儿子？是呀。初次见面，我也没准备什么，这便算是我给你们的见面礼。这是什么？没什么，只是2个很好看的东西，你们留着傍身便是。那就是血灵珠分化出的小颗的血珠，天地之间有5行元素幻化做的灵珠，每一个灵珠都汇聚了5行元素最纯粹最厉害的力量，而这血灵珠却是当年凌风世家的法宝，是以凌风世家祖辈的鲜血凝聚而成的。如今这血灵珠竟出现在了不悔的手中，怎么会是他呢？所有的人都知道风清婉早已经死了。神龙，神龙之主，他是神龙之主吗？是呀，不悔姨姨，爹爹是天下最厉害的神龙之主。神龙之主啊，那个男人永远都只追随青青，如今神龙之主出现在这里，那个女人。不悔姨姨，你怎么了？害怕吗？姨姨莫怕，万事有我爹娘，更有我们。
神龙？不可能，神龙之主早死了，早死了呀！神龙，尽所有力量弄死这群血族。是，屋主放心。神龙之主，竟然真的是你！你竟然还没有死！血族族长，现在该轮到你了。神龙之主，你不过是那青瑶神君的手下败将，我不怕你，我不怕你啊！神君之力护我平安，神君之力助我杀敌。青瑶神君有您的相助，我血族一定能够化险为夷，一定！神龙之主，我说过，你对抗不了血族的。数万年前，你都已经死在了青瑶神君的手下。现如今，你们以为你们还有本事与青瑶神君对抗？小莫哥哥，我好像动不了了，我们被这道力量困住了。那是神君之力，是风清瑶给血族的力量。血族如今的新族长，他什么都做得出来。神龙之主，怎么着？你竟然找了个人族的女子为妻，还跟那人族的女子生了2个孩子？世间都传言，当年神龙之主对那个老祖宗一往情深，甚至为了那个老祖宗而死。可惜呀，我倒是没能见到那老祖宗的真面目，也无妨。如今有这个女人在，神龙之主，既然这个是你的女人，那我倒更是要去看看这个女人有什么过人之处了。我倒想品尝一下神龙之主的人味道是不是特别的不一般。区人族也想对抗神君的力量？开玩笑，这世间能对抗神君力量的，只怕只有那个早已死了的老祖宗。你还不够格。沙群，你胆敢动他？哦，是你。原来你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丑八怪了呀！这么个丑八怪，对于我血族而言，早已没有了半点用途。滚开！不要挡着我去跟美人交流。沙群，你敢？你敢动他分毫？除非我死！只要我还撑着一口气，你休想！休想！你如今早已是一个丑八怪，青瑶神君又说了，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既然如此，那就先杀了你。风清婉啊，堂堂凌风世家的千金，血族曾经的老族长夫人，如今落到了这样的地步，实在是连我都觉得可惜呀！谁？你说谁？我慌，人族的小丫头。等我解决了风清婉，一会儿就轮到你。风清婉，你是风清婉？对不起，这一次我一定会以性命保护你。这一次，姐姐不会再任由别人欺负你了。滚开！贱人，我杀了你！血族族长，你该死！老族长，这个女子的模样竟像极了您之前经常翻阅的一张画像啊！老祖宗，我的老祖宗终于归来了！爹爹，为什么那个老爷爷叫娘亲老祖宗？有我在，无人能伤你。这不可能啊！风清清老祖宗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死在了青瑶神君的手下了。方才不是很能吗？怎么，这会儿就怂了？风清清，你若敢动我分毫，青瑶神君不会放过你的。风清瑶啊，早晚有一天我也会取他狗命。沙群，你这肮脏的灵魂只配待在疯狗的身体里。娘亲，娘亲，你真的是风清清老祖宗？对，是我，传说之中那个吃人的老祖宗。你们怕吗？娘亲，不管你是谁，你永远都是我们最爱的娘亲哦。我跟小叶弟弟会更加努力，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对，就算你真的吃小孩，我们也最爱你了。娘亲，要是哪天你真的想吃的受不了了，我可以给你啃一小下下。不过娘亲，你真的吃小孩吗？哪个王八羔子竟然胡编乱造，说我娘亲吃小孩的？哼！下次让我们见到他，一定狠狠地揍他。小兔崽子，你们对你们的娘亲这么没信心吗？吃小孩不过都是传言而已，流传出此谣言之人，或许只是无心之过。可你们身为你们娘亲的儿子，怎可将这谣言当真？可是那画本子上是这么说的。爹爹，要不我们去找到那个编写画本子的人，好好的教训教训他。敢编排我娘亲，哼，就该接受代价。看吧，我就说你们太愚蠢，你们难道就没看到画本子最前面写的本故事纯属虚构？是这样吗？你们该好好反省了。知道了，我们误会娘亲和这个编写画本子的人了。还是爹爹聪明，难怪之前爹爹说娘亲是最可爱最美的。爹爹教训的是，
我们以后不会再误信这些传言了。娘亲，既然那个只是谣言，那今晚我们都要跟娘亲一起睡，好不好？好。原来她就是生命之花。清晨，交给我。龙大，你做什么？炼狱镜主，你不是想知道为何本尊媳妇这么多年不得往生，带着记忆与力量轮回吗？现在本尊就告诉你，生命之花，万年不见，你倒是快开好了。生命之花，本尊知道你是炼狱镜的宝物，你负责替炼狱镜做事。不过，若是本尊没看错，你似乎尚未完全绽放。生命之花，当年是本尊助你成长，今日本尊依旧可以助你彻底绽放。龙大，你竟当真能号令生命之花？生命之花，当年本尊与你交易，为的便是本尊媳妇儿能够永生轮回。现在有人妄图破了你当年的力量，想打破这一切。若你协助本尊处置了他与炼狱镜，本尊定会助你。好嘞，金主爸爸。生命之花，你乃炼狱镜的宝物，你怎可与万人一道攻击炼狱镜？我之所以这么多年一直待在炼狱境，是因为炼狱境的气息适合我生长。不过，炼狱境的气息不过尔尔，都在这里待了1万年，还不如当年神龙之主的一点血。神龙之主现在既然来了，那我就不需要炼狱境了。生命之花，你要做什么？我金主爸爸让我处置了你和炼狱境，我自然要听他的话呀。谁让他是我的金主爸爸呢？神龙之主，本座乃是炼狱镜主。是你对付我们在先，生命之花，看你的了。你当真可以让我完全绽放哦？自然，明月，看在我们相识数万年的份上，本尊倒是愿意给你个机会。从今日起，不得再与清晨作对，不得再深究清晨轮回之事。日后，但凡我们有任何需求，你必须无条件的相助。其余时间，我们井水不犯河水。本座答应你，再不追究尔等轮回之事。往后但凡尔等遇到什么事情，本座会去帮忙，如何？停！炼狱镜主，本尊还得多谢你，将这生命之花带到本尊跟前，省去了本尊寻找的时间。神龙之主，看来到底是本座低估了你。金主爸爸，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了你所说的了。快，我需要你的血，我需要你的血！我开拳了，我开拳了！经历万年，我终于开好了。原来，生命之花是一道力量。那是自然，我乃是天地生灵之气的荟萃。我想带你走。不行哦，只有炼狱境的气息最适合我生长。是吗？不过，若是我金主爸爸愿意再给我吞噬一点力量，那也未尝不可。你休想！那就算了，我只跟金主爸爸做交易，其余的无论谁来了，想碰到我就得死。龙大，我们回去吧。当年本尊尚且耗尽了全身的力量，才让你开始绽放。如今就这几滴血，又如何能让你维持长盛不衰？不过本尊有法子，继续让你长盛不衰。你当真能保我长盛不衰？本尊有个媳妇儿，从前本尊让她受了很多苦。生命之花，若你愿意归顺于她，与她相伴，本尊便帮你。龙思觉，你胡说八道！你要瞎做些什么？金主爸爸，当年你就是为了他第一次与我交易，如今你确定还要交易？不错。好，如你所言。生命之花，滚开！你胆敢靠近他一步，我撕碎了你！金主爸爸，这个女人好凶悍哦，不过我还蛮喜欢的。她是我的金主妈妈吗？龙思觉，这生命之花要不要都无所谓，我不需要她，不需要她了。清晨，不要阻止，只是一点点精神力而已，没什么的，死不了。媳妇儿，你之前不是提起，在你上一世的时候，男子每个节日都会给自己心仪的女子送鲜花吗？很遗憾，我至今尚未给你送一束花，今日就以这生命之花补上吧。别人有的，我媳妇儿怎么能没有？金主爸爸，我吃饱了，下次需要再向你要。不过下次估计就是很多年后了。放心，这是我金主爸爸，我不会让他出事的。他要是死了，我下次就没得吃了。媳妇，龙大，是我。生命之花，这是怎么回事？将他的力量吐出来。哎呀，金主爸爸的精神力被我吸取了一半，所以相应的身体也缩小了一点点哦。放心啦，金主妈妈，金主爸爸的力量没有消散，相反，我方才顺手帮他激活了万年之前的力量哦。现在金主爸爸只是暂时体积缩小了，不过你要相信，浓缩就是精华。正所谓不破不立，破而后立。再过不久，等金主爸爸体积恢复的那一天，金主爸爸的力量就可以大幅度提升哦。毕竟他是我金主爸爸，我才不会让他出事呢。
媳妇，抱生命之花，本尊已经祝你长盛不衰，你该履行你的承诺了。金主妈妈，以后我就按照金主爸爸的吩咐跟随于你啦。我金主爸爸对你如此至死不渝，既然如此，那我也会好好对你。只要我金主爸爸能够按时保证我长盛不衰，我就不会弃你而去的。金主妈妈，你如今在尊者第7重，看来很快就要突破了哟。多谢。嘿嘿，不客气。谁让你是我的金主妈妈呢？神龙之主，万年不见，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让人惊讶。明月，记住你说的，往后不得再找本尊媳妇的麻烦。放心，本座不会食言。风青青，你可真是幸运啊，竟有这样一个愿意一直为了你豁出生死的人。有夫如此，我又何求？媳妇，真的。龙思觉，下次你若再敢这样不顾一切的豁出性命，我就跟你翻脸。只要媳妇开心，我也就很开心了。怎么样，媳妇？那生命之花是不是很漂亮？跟你很配。龙思觉，我说真的，这是最后一次。若有下次，我定不会再认你。我知道了。生命之花，它何时能恢复力量？快了，只要等到一个契机，能够激活金主爸爸的力量，到时候金主爸爸定能一飞冲天啦。就是要委屈金主爸爸这段时间内要变成一个小宝宝啦。不委屈。好像龙大很喜欢这变小的感觉，好像得意得很啊。媳妇，一会儿出去别告诉那俩小兔崽子我是他爹。为啥？要是让他们知道他们把我缩小成这样，往后我在他们心底还有什么威信可言？这好像不太好。反正我应该很快就能恢复本体大小了。好，看在你是为了我缩小的份上，不管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娘亲，他是谁？娘亲，他跟我们长得好像啊。领主大人，我曾经听闻一种空间之差，所谓天上一日，地上一年。领主大人方才前去取生命之花，我们在这里待了半日。我不是您已经进去了有3、4年？娘亲，你进去这个洞内，竟然给我们带了个弟弟回来了。这个不是你们弟弟。曾经我倒是听说过，有人无意间踏入一个秘境，不过只在那里待了半天，外面实则已经过了数十年。正所谓沧海一粟，一梦千年呢。怎么我从前不知道你这么博学多才？娘亲，爹爹人呢？怎么只带着小宝宝出来了？你们爹暂时有别的事情，暂且留在那座山洞里，不过很快会回来的。这小孩我从那洞里捡来的，只陪伴我们一小段时间。我们就说爹爹一定会没事的。爹爹是最厉害的了。不过娘亲，这个小宝宝好可爱哦。小叶小莫，这个真不是你们的弟弟，是我随手捡过来的孩子。娘亲，你们大人怎么总喜欢骗小孩说是捡来的，这样是不对的哦。弟弟莫慌，有我们在，以后没人伤得了你。滚蛋，老子不是你们弟弟。哈哈，我知道啦，你不是我们弟弟。小莫哥哥，你看这个小弟弟的脾气像不像你？真的跟你好像好像哦。娘亲又生了一个与你和爹爹好像的小宝宝呢。好了，这里不安全，咱们先从这里离开。娘亲，我们现在就这么离开了吗？你确定爹爹现在很安全吗？放心，他很安全，没有任何危险。既然爹爹现在很安全，娘亲，要不你再进去山洞半日吧，我们在外面很耐心的等着，也许再过半日，一弟就能带个妹妹出来了。小子，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是，那个山洞看着好像很危险的样子，那娘亲还是暂时不要进去了。虽然只是个弟弟，不过我们也很喜欢。放心啦，弟弟，以后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哦。小宝宝，来，喊声哥哥来听。小子，老子是你爹。小莫哥哥，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比我脸皮还厚的人了。以前我一直想着当哥哥，没想到现在咱们的弟弟竟然想当我们的爹。放心啦，谁让我们都是爹娘的孩子，脾性都差不多的了，说明我们3个是亲兄弟。老子真是你爹。让我出来有什么事吗？小莫哥哥，你看小弟弟真的比你还像爹爹哦。的确。
总听你们提起你们的爹爹，不知你们爹爹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爹爹是天下最厉害的男人，他是神龙之主哦。虽然爹爹总是冷冰冰的，不过对娘亲真的好好。我这辈子只想成为我们爹爹这样的人。所以，爹爹娘亲才会生出这么厉害的我们呀。我一直想着，爹爹跟娘亲若是生出个女孩子，会是什么样的？一定会很可爱吧？一定会很可爱。可是你霸占了我们妹妹的位置哦。这个裙子是当初莫姨为了我们的妹妹准备的哦。莫姨把未来的妹妹的衣服从小到大准备了好多啊。小宝宝，你想不想看看妹妹以后的样子？自然是想的。相信我，用不了多久就有妹妹了。你们想做什么？小宝宝，你既然霸占了我们妹妹的位置，不如你就扮演一回我们的妹妹。我实在是太想看看我们未来的妹妹是什么样子了。弟弟，你帮我们扮演一回，行不行？臭小子，我是你们老子，你们等！臭小子，你们给老子等着！等老子恢复了原形，老子有108种方法教训你们！臭小子，看老子回头不打死你们！臭小子，你们胆敢再放肆，老子打断你们的狗腿！爹爹娘亲果然厉害，竟又生出了一个这么厉害的弟弟。好啦，看在你这么厉害，应该不会给娘亲拖后腿的份上，那我们就暂且放过你啦。在干什么？星辰，抱。怎么样？你们在聊什么？以后我天天要跟你一起睡，好不好？就只有我们两个，好不好？你说过的，不管我说什么，你都会答应我。行，我答应你。只有我们两个，不带这2个小屁孩。好，我答应你。娘亲，娘亲，你突破了。突破了。娘亲，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大事了？一定是，要不然娘亲不会突破的这么快。娘亲，弟弟人呢？弟弟是不是出事了？我听扫地的大爷说，娘亲你抱着弟弟一起出去了，为什么弟弟没有回来？那还真不是你们的弟弟。娘亲，你突然晋级，是不是弟弟被你吃了？娘亲，原来吃掉弟弟，你就可以从尊者突破到大地境，是不是再多吃一个就能突破到仙地境了？娘亲，吃吧，我知道娘亲身负血海深仇，既然吃了小孩就能恢复力量，那娘亲你快把我也吃了。算我一个，娘亲，吃吧，我们一点都不怕疼的。你可以吃快一点，这样我们就没有感觉了。小东西，娘亲就算真的吃人，也绝对不吃你们。你们都是娘亲最宝贵的孩子，是娘亲用命换来的宝贝。那娘亲，弟弟呢？蒙大，你说。臭小子，老子之前就告诉过你们，老子是你们的爹。爹爹，爹爹是你吗？爹爹，你怎么变了个模样？爹爹，我们差点都不认识你了。小子，之前敢逼着老子穿裙子，反了天了。你那个小孩子，真的是爹爹你啊？敢目无长辈，以下犯上，小子，你们该罚。误会。爹爹，都是误会。所以你们知道错了？知道了。好，记好了，小子，打今儿起好好修炼，非老子允许，不得靠近老子与你们娘半步。晚上睡觉也不能再缠着你们娘，否则老子定要你们好看。好吧，我们知道了。大，你的头发。龙大，当年你一定很疼。疼什么？一点都不疼。更何况这白发我很喜欢，我记得你最喜欢白色，如今我的身上有了你最爱的颜色，你可心悦？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心悦，都喜欢。谁让你是我的男人？清晨，小叶小莫快想妹妹想疯了，咱们不能再让孩子失望了。好，既然孩子们这么期待，那就给他们再生个妹妹吧。清晨，龙大，当年那一晚的事情，你还记不记得？你是说有了小叶小莫的那次？不然呢？当年那次在上的是你，我可真是吃亏，所以这一次就让我在上头吧。清晨，所有的兽不许出现偷窥，否则老子弄死你们！清晨，清晨，清晨，龙思觉，
我说过，这一次我要在……小莫哥哥，怎么办？我们这次真的让爹爹生气了。放心，爹爹说了，只要我们不去打扰他跟娘亲，他就会原谅我们的。真是羞羞，爹爹都这么大人了，还缠着娘亲一起睡，难不成爹爹也喜欢听娘亲讲睡前故事？啊，谁说不是呢？算了，就先让着爹爹吧。小叶弟弟，赶紧睡觉吧，明日咱们得早点起来，加紧修炼。爹爹娘亲如今实力都又有突破，咱们要是再不进步，就真的拖后腿了。天亮了，龙思觉。别说话，清晨。天都亮了，小叶小莫一会儿肯定要过来了。天亮？没有，你看错了。看到了吗？外面还是黑的，天还没亮，夜还很深。难不成是产生幻觉了？媳妇儿，专心一点，不许分心，不然更加容易产生幻觉。坏蛋爷爷，腾飞爷爷，你们来找爹爹娘亲吗？不错，只不过看来昨日月姑娘实在是累到了，到现在还没有睡醒。坏蛋爷爷，娘亲可能在修炼，这里有结界覆盖住了，你们要不先回去吧？娘亲闭关修炼的话，估计得要好几天才能出关呢。不愧是老祖宗，真是勤勉。昨日才刚刚突破，今日又抓紧一切时间修炼了，实在是我辈楷模。不过我们还是在这里守着吧，我想见证一下老祖宗修炼突破的盛举。也好，那两位爷爷，你们先守着，我们就不奉陪了。媳妇儿，醒了。龙思觉，你个王八蛋，你说话不算话。好像之前让你不太满意，那继续吧。龙思觉，好像已经过了挺久了，快起来。媳妇儿，外面天还是黑的，天都没亮，起来做什么？清晨，你说的你要在上面，我怎么能不满足你的要求？龙大，怎么回事？天怎么还不亮？大概是这长夜太美好，所以迟迟不过去吧。没事的，媳妇儿，先休息吧，睡一觉，天就亮了。不愧是金凤老祖，修炼如此刻苦，这都已经1天2夜了吧？但凡我们有这1%的勤勉，我们或许也早已经远非今日的境地了。童飞啊，咱们得好好学着。金凤老祖与神龙之主就是我们的榜样。月姑娘出关了。出关？是啊，您将自己关在房间内2天2夜了。不过不得不说，月姑娘的精神气是越加好了。我们已经开始号召整个地门，好好向您学习，定要学习您与神龙之主的龙凤精神。龙凤精神，2天2夜。龙思觉，你个王八蛋！怎么了，清晨？是不是还要继续修炼？那我继续陪你。不愧是神龙之主，月姑娘，神龙之主实在是贴心啊，连您修炼2天2夜都一直陪着。腾飞啊，你看到没？神龙之主都看着好像有那么一点憔悴，一定是陪着月姑娘不合眼，累到了。别说了。月姑娘，怎么了？是修炼出了什么问题吗？还是……没事，只是修炼之事乃是机密，往后不可再随意提及。狗男人，竟敢骗我，没下次了。好，月姑娘放心，我们绝不会将这机密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两位等在这里，是有什么事吗？月姑娘，是这样的，鬼游仙帝已经不在了，如今地门内群龙无首。我们想着要推举出一个新的门主，所以想问问月姑娘，您愿不愿意当这个门主啊？地门门主啊，我怕是不适合。两位不如另选高明，我看你们2人就不错。月姑娘，放眼整个醉仙岛，也就您最合适了。况且您有所不知，在马上到来的青瑶神君的寿辰上，各个种族之首皆会亲自带着宝物，亲手献给青瑶神君。我想你应当感兴趣的。只有各族首领才能前去会见风清瑶。不错，青瑶神君毕竟是至高无上的存在，一般弟子怎能见到？破空阵，风清瑶，原来我们终于要再见到了。也好，既如此，那我就却之不恭了。龙思觉，你好像累到了，就留在这里好好休息吧。未来2天，胆敢随意靠近我，后果自负了。好，你说的2天。混账！好大的胆子！他毁了少主的眼睛！父亲，他竟毁了我的双目！他毁了我的双目！父亲，替我报仇啊！大胆人族，胆敢在青天白日下对我儿出手，尔等好大的胆子！媳妇儿，我来。小心点，先别弄出人命。你好大的胆子！你儿子看了不该看的人，
既然他不想要那双眼睛，就没有留下的必要了。爹，别杀了那丫头，抓住她！那丫头长得比血族的第一美人还要美。回头等我的眼睛治好了，我要好好的玩一玩她。古族族长，看到了吗？你这儿子连命都不想要了。你要做什么？你敢！帝门，你们疯了吗？疯了吗？他既不想要那条命，本尊不介意帮他一把，徒手之劳就不必谢了。放肆！神族击杀我儿，诸位，神族在试图挑起各族纷争，还请诸位随我一同杀了他们呀！醉仙岛上规则在此，谁若试图挑起各族纷争，谁就该死。谁敢？古族族长，是你说的，试图挑起各族纷争者该死。你儿子对本尊不敬在前，死不足惜。你区区一个在人族趋炎附势之辈，我儿子说的皆是大实话。你们击杀我儿，大家有目共睹，休要狡辩。本尊乃是地门门主。你地门门主，简直笑掉大牙。所以你也要挑起各族纷争吗？退下，老东西！你若再敢往前一步，我定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毛丫头，你不过靠着这个皮囊迷惑了地门内的2位大帝，你以为凭你当真能够成为地门门主？地门如此肮脏下作，如此不作为，根本不配待在醉仙岛之上。我提议将地门赶出这醉仙岛。赶出醉仙岛！死丫头，除非你敢证明给我们看，你靠真实实力登上门主之位，而非肮脏手段，否则今日你休想带着地门在醉仙岛上立足。你想让本尊如何证明？单打独斗，与我对阵，任何人不得相助。好啊，那就来吧。臭丫头，你还真有两下子。现在轮到本尊了。臭丫头，你现在本尊有资格号令地门了吗？有。那本尊再问你，你儿子对本尊不敬，是不是该死？是。可还有人质疑本尊，要来挑战本尊的。好了，都是误会，都是误会。诸位，马上青鸾神君的寿辰就要开启，到时候神焰阵即将打开，我们即将见到青瑶神君。诸位可千万别在青瑶神君跟前失了礼。哎呀，是啊，千万不能在青瑶神君面前失礼啊！若是惹怒了青瑶神君，那咱们就完了。之前炎族可不就是在青瑶神君的寿辰上得罪了神君大人，结果全族都被神君大人的那道神识给囚禁了。哎，嘘，别说了。青瑶神君当年就说过，不可再有人妄议那件事儿。那青瑶神君好像特别讨厌炎族。你说什么？炎族在何处？姑娘，我什么都没做啊。炎族当年发生了什么？姑娘，那青瑶神君当年说过，这些事情不可妄议的。说，300多年前，那炎族得罪了青瑶神君之后，被青瑶神君给掳走了，留在了神焰阵之中，至今都未曾出来。姑娘啊，您还是不要提及这青瑶神君的名讳啊，若不然下一个遭殃的肯定是你跟地门。那当年炎族的族长夫人就是因为提及了他的名讳，那全族都被迁怒了。快看呐，神焰阵被打开了！爸，我来带你们出去，以后不会有人对你们这样了。臭丫头，你是谁？是你对秃鹫动了手脚，是你对食人秃鹫下了符咒，你到底是谁？摘下你的面具，不然本君现在就杀了你！风清瑶，你说我会是谁呢？不可能！臭丫头，本君不认识你，休要在本君面前装神弄鬼！你胆敢糊弄本君，本君要你死无葬身之地！风清瑶，这一次我倒是好好的跟你较量。原来你如今不过只是大地之境罢了，本君还以为你有多大的本事！臭丫头，本君不管你是何人，今日你必死！臭丫头，你不过只是一个大地之境的蝼蚁罢了，还妄图在本君跟前叫嚣！今日本君便让你知道什么是自取其辱！混天阵，风清瑶，九阳神帝的混天阵，你如今竟还有脸使用？九阳神帝的阵法，你不配用。诸神之阵，这不可能，那是九阳神帝的绝招啊！你怎么可能会用这个？为何
你为何会用诸神之阵？为何？这是灭天阵，是我的父亲教给我的。现在你知道了吗？父亲，灭天阵，可笑，可笑！风青青，你个贱人，真的是你！九阳神帝当年似乎都不肯将诸神之阵授予我，却就这么给了你。风青青，你不是早就已经死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存在？风青青，你不过只是凭着九阳神帝的东西才在这里嚣张罢了。除了九阳神帝的东西，你还能有什么？说的是啊，那是本尊父亲给的东西。风清瑶，如今的你是没有资格拥有这些的。风青青，本君如今是神君，你只是本君的手下败将，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嚣张？风青青，看到了吗？即便没有拿到你的金凤之力，本君也无所谓。这青鸾之力不比你从前的金凤之力差。从今往后，这个世界不会再有你的金凤之力。生命之花，贱人，生命之花竟被你夺走了！贱人，本君如今不过只是一道分身，有本事等你真有本事到了大虚境，再同本君好好较量。你如今趁人之危算什么？与当年的你比起来，如今我倒是光明磊落的多。放心，大虚境的你，我迟早会弄死。风清瑶，当年那笔账，现在本尊先跟你讨个利息。风青青，你个贱人，放开本君！风清瑶，本尊是什么样的人，你不应当最清楚吗？还记得当年你就是这么将本尊困住的吗？天道好轮回，现在到你了。风清瑶，为何？你等着，待本君本体苏醒，本君定将你碎尸万段！本尊问你，为何？凌风世家将你视若珍宝，你为何还要这般狠毒？为何还要对凌风世家出手？风青青，你不是很厉害吗？可是到头来，你也不过只是个孤儿。万年之前你没有家人，如今以后你也不会有家人。畜生，去死！这才只是开始。哪个狗娘养的，竟把大姐你弄成这样！我没事了，如今找到了青青，我们就什么都不用担心了。听雪，我真的没事，倒是你被风清瑶夺走了青鸾。罢了罢了，就算没有青鸾又怎样？如今我有一个世间最好的妹妹了，青青，不愧是我的妹妹，就算是换了个容颜，也照样美得惊天动地呀。二姐，这是复原经脉的丹药，你浑身经脉断裂，先服下这枚丹药再说。青青，当年是我们眼瞎，竟没能认出你，不怪你们。二姐，给我点你的鲜血。好。你干什么？我之前就听到传言，说风青青老祖宗喜欢吃小孩的血，看来青青你比我想象中还要严重，连大人的都要吃。不过你放心，只要是你想要的，就算是放光我的血，我也要让你吃饱。不用，我只要一滴就好。青鸾是你的半生兽，我要以你的血召唤青鸾。什么？你说青鸾？给我一滴血。好。青青，你这是？我以你的血感应青鸾，从今往后，青鸾便不会再任由风清瑶肆意调遣了。真的吗？但是已经上万年了，青鸾跟随风清瑶已经这么多年，定早已认他为主。放心，那是凌风世家的神鸟，本就是你的半生兽。方才那道力量能够让青鸾神识逐渐恢复清明，等着吧，青鸾会回来的。莫说是青鸾了，凌风世家的一草一木、一花一草，阿风清瑶都不够资格拥有。青青，你还是如当年那般，让人忍不住刮目相看。不过，你还要不要血？要是要的话，我去拿盆给你。那倒不用了。那回头你需要的时候一定要找我，我这边量大管饱，完全不用担心。你也是我们的姨姨吗？好奇怪，我们短短时间内竟然多出了2个姨姨。青青，这2个奶娃娃哪里来的？青青啊，你别告诉我你是故意养了2个奶团子用来吃的。放心，姨姨，我娘是不会吃人的。姨姨，我跟小莫哥哥是被那些画本子给欺骗了，难不成姨姨你也被画本子蒙骗了？原来你们是青青的儿子，那感情好啊，长得这么可爱，真不愧是我风清群的外甥啊。
还真别说，看到这2个小团子的时候，我还真以为是青青你故意养着来吃的。不过，青青，你到底吃不吃小孩的？当年我就听到了你喜欢吃小孩的传闻。我从前也是无意间听到过这个风声，但是媳妇儿，我从未相信过这些传闻。二姐，这消息你从何得来？当年在你出事之后，整个大虚境都在传你修炼了邪影族的功法。邪影族最喜欢抓小孩来吞噬，邪影族的人都很厉害，因为他们喜欢以幼儿来修炼，实力突飞猛进。邪影族，看来风清瑶为了将我毁掉，实在是无所不用其极。对了，青青，父亲曾经倒是跟我提过邪影族的事情，我怀疑父亲当年被风清瑶打败，或许与邪影族脱不了关系。不过我百思不得其解，风清瑶怎会与邪影族扯上了关系？都过了万年了，你怎么还是这个性子，还是这么喜好美男？马三娘，你当年可是本尊座下得力的护法之一，这么多年来，你可没在外头破坏本尊的名声吧？若真如此，往后本尊让你一个男人也见不到。领主，真的是无主哎！无主，我们还真以为你已经不在了。无主，你回来了就太好了，太好了！以后千虚内谁也不敢诋毁你，不敢胡作非为了。我知道，先随我下去再说。我不在的这些时日，你们过得好吗？不好，无主，您不在的这些年，我们都快被欺负死了。说这些干什么？陆苍，你个男人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在无主面前就说些开心的事情。无主啊，你不知道这万年来啊，您当年种下的那棵树啊，长得好高好高了。这么多年来，你们应该过得很苦，再苦也值得。无主现在记忆回来了，那一切就都算不得什么了。无主，我一直想不明白，风清瑶为何如此丧心病狂，动手对付您不说，还将封家的兄弟全部都驱逐到各境受苦，那毕竟是他们的亲兄弟呀。封家的兄弟，你们知道他们的踪迹？封家那几个小哥长得都不错，当年风清瑶被封为清瑶神君后，那几个小哥都消失了，我就猜到肯定是风清瑶做了些什么。这么多年来，我四处探寻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其中一个，他就在天珠境的学院之中。我前些时日匆匆见了他一面，可惜了呀。当年那般风华正茂的他，如今还有呢？我只远远的见了他一眼，看到他不复从前的风华，好像干枯了一样。其余的倒是不太清楚了。你要去千虚？嗯，好，我陪你。